喂，哥。哎，你放心，观海的货肯定没问题。明白，自家人嘛。站稳了，要是再摔坏了，可就装不回去了。这是王老板亲自定制的花瓶，是阿农你摔碎的，是不是得阿农自己拼回去啊？这才是艺术品。阿农好疼啊，姐姐。我的父亲辛城是当年家喻户晓的国画名家陈饶山人。那年夏天，常年在外忙碌的父亲突然回来了。爸爸，准备吃饭了啊！爸爸，我好想你啊！爸爸也好想你哦。爸爸明天要去很远的地方帮别人画画，但爸爸答应你，这次以后，爸爸就可以赚够钱，然后给你买个大房子。然后呢，我就一直陪着你，那就永远不分开了。永远不分开。那我们携手吃饭。好，走喽。第二天清晨，父亲就离开了。没想到妹妹偷偷爬上了车子的后备箱，跟父亲一起走了。自那以后，他们就杳无音讯，直到……秦爷，你爸爸和妹妹有消息了。他们在哪里？你爸爸被骗进了造假工厂，妹妹被警察救了出来。只是你爸爸，他死了。妹妹阿农被救回来后，就再也没开口说过话。我翻看了她在工厂里写下的这本日记。今天下了很大的雨，我好冷，也好饿。可是那个坏蛋说，今天洗不完笔刷就不能吃饭。爸爸被打了，他一定很痛很痛，我也很痛。他明明那么坏，腰上却有一只漂亮的红色蝴蝶，蝴蝶好漂亮，为什么不飞走呢？当年制假工厂里所有嫌疑人都被抓获，却唯独没有妹妹日记本里的这名坏蛋。警方说这个人根本不存在，但是阿农不会撒谎，这本血淋淋的日记也不会撒谎。我暗中调查了很久，所有线索都指向关家。关山海到底是不是制假工厂的幕后主谋？父亲究竟是怎么死在工厂里的？而揭开真相的钥匙，就是那幅画。父亲死前，在工厂画的最后一幅画，是马景山的《百鸟争春图》。等老大结了婚就好了嘛。哎，小谢啊，李叔，订婚之后啊，叔叔就等着喝你喜酒了。关总好。结了婚，广海的事情就没有精力管了吧？女人嘛，整天在商场里拼拼杀杀算是怎么回事？结了婚就立马生个孩子，你爸等着抱外孙呢。是啊，你弟弟年纪也不小了，以后公司的事儿还得全都交给他呀。
弟弟不争气，还请各位叔叔伯伯多多关照。好，宾客到。我知道你，百花奖最年轻的金奖得主，心意。没想到你除了对画画感兴趣，对别人的未婚夫也感兴趣啊。我感兴趣的不是秦先生，而是你，观海集团的执行总裁关心。我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关总真的要和那种男人订婚吗？你为关海付出了很多，可一旦结婚嫁人，关海还会有你的位置吗？我相信你不会愿意，也不会甘心，将自己努力经营的一切拱手送人吧。消息倒是挺灵，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可以帮你。像秦先生这样的花心大少，如果在订婚宴上闹出什么桃色绯闻，那这门婚事还会顺利吗？他闹出笑话，关家脸上没光。关总在意关家的脸面，却不在乎自己的前途。你帮我，你有什么好处？花一点小钱就能摆脱一桩大麻烦，对关总来说很划算。后面的芳菲院是我爸的居所，秦衡的休息室就安排在芳菲院2楼右边拐角的第1间。阿云，我们的女儿今天订婚了，你要是还在，肯定很高兴。还有你最喜欢的那幅画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终于找到合适的画师，相信很快就能够完成。阿云，我答应你的事不会食言。抱歉了，关总，在帮你解决未婚夫之前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听说关家有间地下藏室，百鸟争春图也许就在那里。小点声。你谁呀？放开我！乖乖的，我就带你干点有趣的事儿。好啊，那你先放开我。葛蒯，你在这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呀？和我刚认识的小美人在这亲热呢。下次先敲门会不会？混账东西！小美人，咱们换个地方继续啊。这是你姐的订婚宴，你少在这给我丢人现眼，给我滚！下次记得联系我。我滚喽。
关怀的出现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，我与关心的合作也就此终止。我们的复仇就要开始了。爸爸说，只要帮他们画完画，就能回家了。有祈福，必有祈雨啊，都系画家。这画的是你家吧？画的还挺像样，就是缺了点什么，少了一棵树。把手举起来。过来点儿。你现在就是一根小树干，我来给你上点颜色。心意，真的是你，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。好巧啊，学姐。关海就是有号召力啊，就连我们最清高的心意都来应聘画师了。不过，我听说你自从拿奖之后，就再也没画了。没想到毕业这么久，学姐还这么关注我。谁关注你啊？少自恋了吧？哎，关董来了，你看。让大家久等了。诸位画师都是业界的翘楚，感谢大家能够前来。最近，我新得了一幅画。这是我大学时的作品，怎么会在关山海手里？听说作者是朝云镇的人，我想请问各位画师，谁是他的作者，或者谁认识这幅画的作者？这是我画的。一幅画有2位作者。关董如果不相信，我现在可以还原出任意一个细节。还有这种知识。这可厉害。关董，献丑了。学妹，你敢吗？他已经1年没有出过作品了，按照他的性格，不可能停笔这么久，除非他不是不想画，而是画不了。果然还是不行。
也喜欢戴白茶花，叫什么名字？许茹。那个许茹怎么回事？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计划。老子费劲巴拉的把心意的画送到老头子面前，引他来朝云镇找人，结果半路杀出了程咬金，把我的计划全都打乱。心意的画很难模仿。那个许茹画工很好吗？画的好不好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是挺会勾引人的。每天学着我妈的装扮，把那老头迷得不行不行。他是谁的人？还能是谁啊？关心的呗。既然现在游戏已经开始，不管是谁想拦我的道，想入局，就必须按照我的计划行事。这有证啊！美女，一个人打球啊？你如果愿意陪我的话，就是2个人喽。行啊，那咱俩玩一把。1个球1万，怎么样？口气不小。你要输了呢？我要是输1个球，就脱1件衣服。行啊。谁呀？干什么？什么乱这是？别分心，瞄准点。这谁啊？这怎么回事？这谁啊？谁知道？不认识。这不犯规吗？哎，你谁呀？我跟美女打球，你瞅什么呢？你兜里有几个钱，你就在这装？哎，我被小狐狸骗了都不知道。你拦住我！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眼挖出来。算了，现在不赚钱啊。走。咱们打。嘿，算了。你为什么要脱衣服给那帮男人看啊？觉得有意思啊。你叫心意是吗？前2天老头子试画会你也去了，你还想不想当画师啊？我是想，但我没有通过面试。这有什么？我是他儿子，帮你内推一下，不就是2、3句话的事儿？你有这么好心？那自然是没有。我虽然是官家长子，你看我每天苦哈哈的给人修车，这像话吗？我要不是和那老头有点误会，被我姐趁虚而入，我早坐上关海的办公室了。我想让你帮我，只不过是想让你讨好我爸。你是他的儿子都讨好不了，我一个外人，怎么讨好他？老头子喜欢马景山的画，你如果照着他的风格画一幅，保证老头子笑掉牙。这我帮不了你，我现在画不了画了。哎，我在网上查过资料了，网上说你这就是什么心理压力过大，我带你出来放松放松啊。你就这么想和我合作？那是当然了，我看过你的画，你还是什么百花奖最年轻的金奖得主是吧？以你的实力，拿下老头肯定没问题。现在怎么样？你看，这环境，这风景，有没有灵感？好像是有点。那趁着有灵感，赶紧画呀！哦，没带纸是吧？这个 T 恤你随便画，当草稿。
好饿，可是那个坏蛋说，今天不洗完笔刷就不能吃饭。好黑，我好想爸爸。坏蛋把颜料泼在我身上，他说要在我身上画画。为什么又不听话了？刚刚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见到爸爸要笑啊，要说过得很好很开心啊。你怎么能哭哭啼啼的呢？不要管我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我错了！不要管我！老子最讨厌别人哭了。不要管我！不要！不要管我！求求你了，我错了！来了。你好，我是你的鲜花配送员秦深，每次来都带冰美人，今天这束是最漂亮的。知道你喜欢。你哥哥秦衡跟关心要结婚了，秦家最近应该很忙吧？你怎么有空来？我虽然姓秦，但跟他们根本不算是一家人。上次的订婚宴，我都没资格去。你在秦家这么艰难，还处处帮着我。阿农也多亏了你，才能住进这么好的疗养院。秦深，谢谢。哎，咱们俩从小一块儿长大，阿农是你妹妹，也是我妹妹，你说谢谢是不是有点见外了？哦，对了，阿农来信了。他还是不愿见人吗？他现在已经渐渐有些好转了，但是还是抗拒跟人见面，拒绝跟人交流。他说，他已经慢慢忘记了那些痛苦的过去。其实，你也可以像他一样，试着放下。阿农可以放下，但我不行，我没有资格。阿农所遭受的一切，我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么多年，我活着的意义，就是为了能查清真相，让关家血债血偿。所以，我怎么能忘呢？如果你非要这么做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帮我的已经够多的了，我不想把你再搅进这趟浑水。可是，喂，时间不等人，你准备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画？你要是一直这么拖着，没打算诚心合作，咱就散伙。你让我模仿马景山的画，总得让我看看真迹吧？啊，就这点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这就那老头画室，随便看随便摸啊。
怎么样？没有百鸟争春图。我听说关董有一间名叫黄金屋的收藏馆，收藏了很多绝世佳作。他收藏的画室可不止这一间。你说那黄金屋，那老头精得很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。上面就是我的收藏室，你看看吧。怎么办？嘘，过去。不行不行，快走！别出声。世上能拥有这么多马景山真迹的人，也只有关董了。这些是我这些年四处搜罗来的，好好看看，对你之后的工作有帮助。粗竹挺拔，细枝遒劲。虽然是茫茫大雪，但是透着一股难得的生机。是啊，他以前最喜欢这幅。关董的亡妻吗？是啊。那看来，我和他的眼光是一样的。我说这老头来这么晚干嘛？原来是为了这个薛仁景。我错了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这样的黑暗，阿农经历了一次又一次。如今，我也承载了他的恐惧。怎么了？时候不早了，回去吧。他们走了，要不我们先出去啊？吓死我了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许进我的藏室。不是，只能你带女人来，不能我带。放心，你这些宝贝我烧不了。你还敢？关董，是我拜托关怀带我来看画的，我想争取画师的工作。我记得你没有通过面试。是，我之前没发挥好，让关董失望了。我听说您很喜欢马景山的作品，我可以模仿他的画风创作一幅画。模仿他的人很多，你凭什么？我可以以假乱真。小姑娘口气挺大。我有没有自夸，关董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2天时间，最好别让我失望。你说你不在家给老头子画画，出来买这个，麻烦了。你说这画的什么东西啊？画的好不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用他的画质。你爸是行家，要达到以假乱真，不仅画质要用老的，就连颜料也得从各色石料中调配。说的这么头头是道，你对鉴赏很在行啊？我只是知道一些皮毛。哎，那你说这个是老的还是新的？这个……哎，哥们儿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我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老物件。回去你看，那这个，你看这花，还有这色儿，假不了。来看看。哎呦，哦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这可是明墨的物件，这么好的东西就这么被你给摔坏了？不是，
你自己没拿稳，你还怪上我啊？什么叫我没拿稳？明明是你摔了我的碗呐！我这口青花瓷碗，那可是明朝末年的名窑啊！就这品相，在市面上能叫上12万的价，赔钱，必须赔钱！有意思啊，讹上我了。不是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哎，老板，误会一场。您看这样，我们赔您500块钱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行吗？毕竟闹下去大家都不好看嘛，是不是？500。我跟你讲，我可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内分泌失调，千万不要刺激我。8万，1分不少。我告诉你，他说这东西值500，他就值500。你别在这给我装这病那病的啊！你这上面的青花漂浮，明显就是人工合成的骨料。你这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没有8万。放屁！来，各位街坊邻居、大哥大姐们、老少爷们们，大家都来看一看啊！有人欺负老实人了。他们说我这所有东西加起来都不到8万。这样，我给大家看个物件啊，就这个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知道什么来历吗？这可是来自玛雅文明的阿兹特克青铜爵。你这个酒爵和这个碗一样，都是瓷的。瓷的？哎，你仔细听听，这声它能是瓷的吗？它要是瓷的，我当场把它给吞了。耳朵不好使啊，赶紧上医院看病去。还真是瓷的呀！哎，看，这仿的也太真了吧！你这黑店蒙人，踢到铁板上了吧你？黑店，你就是黑店，他们是黑店啊！兄弟们，都出来！黑店，你是黑店！哎，看什么看？走啊！快快，别跑！兄弟们，就这个大高个，给我盘了！个是挺高啊，那又怎样？走，给我追！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不紧。别让他跑了！怕了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对，有我在没什么好怕的。你看，咱们后面跟着彩虹呢。哎，你干啥？滋到我了？这不洗车呢吗？你看车脏的。啊，幸亏那警察今天来得及时啊！你说那老骗子做的东西也太假了吧？这跟明抢有啥区别啊？今天那只酒爵你说砸就砸，你就不怕我眼拙看错了？哪有人把珍宝贝当破烂摆那儿卖啊？哎，我看你身上也挺脏的，我来帮你洗一洗吧。关怀，别闹！别弄了！当爱慢慢变得接受，当你的手变得温柔，当你说爱我，傻傻地看着我，别玩了！突然转身要走，看着你送我的温柔，看不到你时的寂寞。每当你笑着，天空就会出现彩虹。我信你，就算你是错的，我也心甘情愿认栽。跑，让你跑！跑啊！让你跑，跑，必须跑啊！啊，让你跑！妈的！
来，阿农，把哥哥鞋上的血擦干净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逃跑的下场，再厉害的虫也飞不出去。来，给哥哥唱。黑黑的天空一坠，亮亮的繁星相对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喂，廖师傅，您在家吗？啊，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，想拜托您画一幅画。好，那我现在过来。关董，不知道新小姐的画画的怎么样了？不介意我们旁观吧？师妹，期待你的作品哦。人们常说，时间可以治愈一切，可它没能治好我，反而将仇恨发酵成了令我病入膏肓的毒药。只要一提起别，我就会想起妹妹和父亲经历过的那些痛苦和绝望。冷静下来，只要冷静下来，这些都是幻觉。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我必须要抓住。告诉钱恒，我只等他到3点。关总，之前定好的拍摄是要直接取消吗？不用退款，直接取消。好的。你是？哦，我是秦恒的弟弟秦深，他现在有事儿要忙，所以让我过来替他陪你。你就是秦家半路认领回来的私生子。据我所知，你们兄弟2个势如水火，秦恒绝对不会让你来见我。他现在应该在某个女人的床上还没睡醒了吧？没错，他压根儿就没想过来，是
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自作主张过来替他陪你。我不想因为他影响了我们两家的和气，所以有什么我能做的，一定尽力而为。那就麻烦你告诉他，我要取消婚约，条件可以谈，让他想好了过来找我。关董恐怕不能同意吧？好，麻烦您留一个您秘书的联系方式。我的秘书辞职了，你直接联系我吧。关总，戒指做好了，要不要试戴一下？美丽的东西永远无罪，这戒指很衬你。我跟你很熟吗？我不需要美丽的废物。马景山从未画过雨景，虽然我只是模仿，但我还是斗胆尝试了一下。这幅画，就算拿到外面，也没有人能分得出真假。别人看不出来，但肯定逃不过关董的法眼。你选择在紫藤花最深的地方用蓝铜上色，而不是用青金，如此隐蔽的画法，只要仔细看，还是能看得出年代不同。他明明能画，为什么面试时故意露怯，也不揭穿我？心意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可惜啊，我已经寻到合适的画师了，你来晚了一步。关董误会了，我不是要和学姐争，我是想要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给学姐当助手。我不需要助手。心意，以你的水平，你不缺机会。但我缺好机会，以及像关董这样能够真正欣赏我的伯乐。你有野心，我喜欢。明天你就到七园去，跟雪茹一起工作吧。多谢关董。我果然没看错人啊！你这3下5除2的就把那老头拿下了。刚刚是你在吹口琴？路边顺手买的，吃来玩。本来想来看看有什么能搭把手的，没想到这老头亲自来监工啊！这画画的真不错，这可比外面的老骗子画的好多了，我喜欢，送给我喽。赝品，不该存在。赝品不该存在。
他现在的情况时好时坏的，上回给你写信的时候还挺正常的，现在又开始怕光怕人。你隔着帘子看看他就行，千万不要刺激他。谢谢。阿农，阿农，姐姐来看你了。阿农，你给姐姐写的信我都收到了。你问我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给你画画，其实之前姐姐因为一些原因画不了画了，但现在好像找到了一个不算办法的办法。那个让我无法拿起画笔的人是他，让我可以重新作画的人也是他。那个你最痛恨的人，却可以操纵引以为傲的一切，真是可笑。不过阿农，你放心，姐姐很快就可以结束这一切了，到时候姐姐就带你回家，好不好？阿农，姐姐想抱抱你。我最讨厌别人哭了，你现在这样求我，我心情就更差了。对，阿农笑起来才最好看，给哥哥笑一个，哥哥开心了就不打他了。对，笑。你这样怎么能算笑呢？笑得开心啊！笑，给我笑出声，接着笑。学姐，我来入职。你千方百计的攀上官家，为的不是画画这么简单吧？听说你最近跟包怀走得很近，怎么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？可惜了，官家对这个儿子可没什么指望。有的人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学姐，你是在自我介绍吗？我的鞋脏了，帮我擦干净。我是来当助理的。我的助理就是要给我擦鞋。怎么不愿意啊？不愿意的话可以走。
好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师姐，有意思吗？心怡你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你，学姐，你别白费心思了，我是不会退出的。咱们走着瞧。哼。上次面试，许茹敢顶替我的作品，说明他已经猜到了我不能画画。虽然后来靠着关怀的口琴声暂时打消了他的怀疑，但他已经把我当做了假想敌。父亲画的那幅《百鸟争春图》极有可能藏在黄金屋。想找到黄金屋，找到那幅画，就必须得到关山海的信任。而许茹这块绊脚石，得尽快除掉才行。谁？你不是很吗？你不是很爱笑吗？笑，给老子继续笑！你这样怎么能算笑？笑得开心啊！笑！不敢了，不敢了，爷爷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错了。他不是你能肖想。你再让我看见你在他身边转着，我挖了你的狗眼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。我出来散散步。你刚才没看见什么吧？从第一次见面起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。你难道还怕我看见什么不该看的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个无耻！以后麻烦说说好。催一下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，下班之前我要看到。另外，今晚的珠宝晚宴取消，我晚上要和安夏的顾总谈项目合作。哦，对了，我的新助理什么时候能到位？就在办公室等您出面呢。好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来应聘您的秘书，关总，这是我简历。秦家产业这么大，
不至于沦落到当秘书吧？关总在挖苦我吧？你明明知道，秦家产业再大，也轮不到我。抱歉啊，是我失言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。你17岁那年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英国顶尖的商学院。毕业之后呢，一直在华尔街和新加坡历练学习。进入观海之后，从基层做起，仅用了3年时间就做到了现在的位置。别人提起观海，可能想的都是你父亲的名字，而我知道，观海能有如今的辉煌，都是你一手缔造的。你记得比我还清楚，说的也很好听。秦家不给我机会，所以我只能另谋出路。而我的目标就是你，所以我希望能在一个离你最近的地方跟你学习。做我的秘书可没有你想的那么风光，虽然是个临时岗位，但工作量不小，会很辛苦的。没问题，我最不怕的就是辛苦。秦家知道你来吗？他们一向不关心我的事儿，所以就不需要知道了。1个月试用期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可以入职。学姐，我来了这么些天，是不是该安排些工作给我？光拿钱不干活，我也不安心。这就按捺不住了。之前不是挺傲的吗？要是作品一直没有进展，我怕关董问起来，学姐不好交代。拿关董压我？哼，好啊。我正好需要一种颜料，听说朝云山上有一种怀金，枝叶可以调制朱槿红。那就麻烦小助理帮我找过来喽。新一，新一，新一，我在这儿呢。新一，我在这儿。没事吧？先起来。还能走吗？没事，就破了点皮。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傻？许茹让你干嘛你去干嘛啊？这么大的雨，你要死在这儿吗？他防我跟防贼一样，我如果不这么做，根本就接触不到真正的工作。工作重要，命重要。穿这么少，冻死算了。走，赶紧下山，山体滑坡了，我可不想跟你在这儿殉情。慢点啊！没事吧？帮我拿着，我先上去。不行不行，这样下去，这雨太大了，我们都会困在这儿。你踩着我上去，啊！那你呢？你先上去，你拉我一把，啊！好。来。
大，很快就会淹没这里的一切，没人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。阿诺好疼，姐姐一定要替阿诺报仇。这是他的报应。新一，新一，不要回头，姐姐，不要回头。新一，新一。穿完正爽，动死算了。新一，你坚持一下，马上到了。新一，新一。新一，新一，再累也要把湿衣服脱了，不然睡着容易着凉。听到了吗？我走了。这么疼？那你要是很累，我就帮你把湿衣服脱了。什么？不要不要！我不给你脱湿衣服，你都要烧开了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
真是烧糊涂了。放心，我是不会占你便宜的。你说我都这么费劲巴拉的伺候你了，你每天还这么折磨我，真是欠你。好热。你别乱动，好好睡。是你先招惹我的。画的进度怎么样？我还想再多磨一磨，等有了十足的把握，再在原画上下笔。这画是不容易，但我没那么多时间。我知道，我会尽快的。你那个学妹很有能力，可以让她帮你。那幅画上有一种特殊的红色，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。我让学妹去找原材料，我打算自己亲自调一调。你有听说过一种红叫美人珠吗？据说是马景山独创的一种红色，可是后世就再也没有人能调出这种红色了。马景山20岁成名，靠的就是这美人珠。你知道他的调制方式吗？我孤陋寡闻，哪有关董见多识广啊？美人珠，美人珠，用的就是美人血。关董，你在开玩笑吧？那些讲马景山的野史本来就爱胡编乱造，先不说有没有美人珠，就算真的有，肯定也早就失传了呀。那如果我找到了怎么调制它的秘方呢？你愿不愿意献血作画？这花还是要别在鬓边最好看。狗杂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去招惹关心？哥，我
就是找份工作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。你妈勾引我爸，你又想勾引我未婚妻，原来不要脸也是可以遗传的。不好意思，阿哥，我对未来嫂子没兴趣。哼，就算你有兴趣，关心也不会看上你。你妈到死也没能进秦家的门。要不是你身上流着爸的血，爸才不会捡你这个垃圾回来。你记着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就永远也别想翻身。还好没有受损。如果当时就那么离开，我手上也将染上鲜血，那跟他们又有什么分别？秦一，吃饭了啊！你昨天晚上你都不知道怎么给我折腾的，高烧1夜没退，凌晨5点才退。我这大早上又是给你洗衣服，又是给你买饭。你说我这么好的田螺姑娘上哪儿找去？我去！你能不能管好你那个舔狗？找不到你就找我麻烦。学姐，你要的怀巾。不需要了，我已经找其他的代替了。朱锦瑟只能用怀巾调制，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。即便是再相似的颜色，往往都是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怎么，你现在是在教我做事吗？没错，你是很努力，也很有天赋。但是有些东西啊，在选择面前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比如说，你冒着大雨从山上找来的这个东西，我可以选择不用。再比如说，你喜欢的那个成饶山人，画了大半辈子画，最后还不是选择了走捷径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也选择了名和利。他没有造假，他是被骗的。那谁知道啊？没准儿啊，他还是上赶着去做假画呢。不过他死在工厂里也挺好的，要不然出来也得被抓。这么想想，死在那儿真的挺好的。闭嘴！心意，你敢打我？你没事吧？你再动下试试，我可没有不打女人的习惯。都在闹什么？关总，心意他没有找来我要的材料，我用别的代替，他竟然打我。心意，给许茹道歉。不好意思，关总，我拒绝。你不要把事情闹大。到底是谁在胡闹？心意昨晚冒着雨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颜料原材，就这么被他踩在脚上。老头子让心意来齐园，不是来给他当丫鬟的。助理不都是这样吗？你要是忍不了，可以走人啊。
助理不是人吗？助理没有尊严吗？你这样虐待助理，影响的不只是你，还有关董跟关海的声誉。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够了！我爸找你们来是让你们作画的，不是让你们争强斗狠的。这事儿如果传到我爸耳朵里，你们都收拾东西走人。你不是这么冲动的人，是不是？许茹跟你说什么了？不管他怎么给我使绊子，我都无所谓。但侮辱我父亲，我忍不了。我知道，家人是你的底线。你怎么会给关心当助理？你不愿意我接近他？我说过，有些路只能我自己走。我不希望你搅进我和关家之间。嗨，你放心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。以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，秦家肯定不顾我的死活。关家跟秦家之间有业务往来，我跟在关心身边，还能学习一些业务的运作。以你的能力，就算不靠秦家，也一定会做出成绩的。新叶，搭把手，新叶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这还不是因为你啊！昨天着急出门找你，我修车铺的门窗都没关，那淹的是一塌糊涂，根本没法住人，所以你得对我负责。哎，你家被淹了，关心意什么事？那我住新义家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他都没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城里遍地都是酒店，你要是没钱呢，我给你付。张大管是吧？行。来，先给我转个80、90万，我看看实力。没有啊，那就给我闭嘴。你到底跟新一什么关系？用得着你指手画脚？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再说了，你一个男人不要名声，人家还要呢。我一看你就没揣什么好心思。你在这儿啰里吧嗦说了半天，我还真以为你是她男朋友。我没有好心思，又怎么样呢？你有好心思，但你没打我呢。你再说一遍。关怀。不是我，他推的我。秦深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我来处理。这明明就是……我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嗯，行，你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联系。慢走，出门小心车。你看这朋友，实在太暴力了。你趁早跟他绝交吧！你看他一下给我推的。谁叫你自己嘴贱？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铺子是真严了。啊，我看你这阁楼真的不错啊。这样，我1个月给你500，洗衣做饭洗碗我全包了，你绝对不亏。那你铺子收拾好了就搬回去。铺子是好了，可我这伤还没好。某人的犯罪证据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可当狗啃的了。我这人记仇，早晚啃回来。许茹，你有个好学妹。心意本事不小，你要是不想被他挤走，就别让我爸失望。许茹，你对我的嫉妒，
只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和无能。我不会输，我不能输，我不会输，我不会输给你！美人珠，美人珠，用的就是美人血。你愿不愿意鲜血作花？啊，出来！为什么要自作主张？不都已经让你推了一把了，你怎么还能揪着不放啊？不是，再说了，我做事什么时候需要和你报备了？在咱们计划里，可没有让你跟心意同居这一步。那计划里还没有我修车铺背水烟啊。行了，收收你的酸醋劲儿。说正事，我们都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心意似乎有心理障碍，他手拿不了画笔。但是我发现，我吹口琴可以帮他缓解，所以呢，我必须要留在他身边，随时待命。不可能，心意不可能不跟我说。你呢，只是他的朋友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和你说呢？你这个嘴啊，真让人恨得牙痒痒。那不好意思，心意和你真不一样，他爱我的嘴，爱得不行。嗯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草稿？我从未在画室见许若画过。他似乎是想要调制一种特殊的红色。不好意思啊，关总，喝酒喝到这个时间，还让你送我回家。其实刚刚那种场面，你不用替我挡酒的。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。我看你前2天把冰美式换成热牛奶，知道你肯定生理期了。刚才要是喝酒的话，肯定不舒服吧？你倒是挺细心啊。那当然。你不是都已经订婚了吗？干嘛还来找我？订婚怎么了？你还在乎这个？谁不在乎啊？那可是关海集团的关总，家大业大的，我可都对不起啊。关总，叫的好听而已。就算他再努力，把公司做得再好，爸还是一心想把她嫁出去。等她到了我秦家，我还是一样的给我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。关总那么漂亮，你也舍得啊？漂亮，漂亮有什么用？整天板着张脸，
没有一点情趣感好处理。要不是我心善，还有谁会要？别听，别看。作文。谁呀？有病吧？为了防着我，许茹还真是用心良苦，竟然半夜一个人回到奇园作画。关山海城画师就是为了画这幅画。不行，为什么还是不行？美人猪为什么一定要用人血？谁在外面？外面是谁？我说你胆子还真挺大的啊！我要是不去拉那个电闸，你打算怎么出去啊？我只是想知道关董让许茹画的到底是什么。你刚才有没有看见？我忙着拉电闸，我怎么看？你站后面看半天，你没看见吗？那你不瞎忙活吗？不过，我猜了，关山海让许茹画的八成是马景山的作品。那老头这辈子没什么爱好，就是喜欢马景山。马景山还有一种独创的颜色，叫美人猪。我知道，但是调制的方法早就失传了。10几年前，老头子找了个画师帮他画了一幅画，那幅画就用到了美人猪。那位画师也成功地做了出来，据说用的是人血。后来呢？后来那人就死了呗，美人猪的制作方式也就消失了。所谓的美人猪，也许就是马景山当初为了出名编造出来的噱头。那位画师能够调制出美人猪，或许是用了些我们不知道的办法。对啊，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邪门的事儿？也就那老头子会信。当年《百鸟争春图》还没有彻底完稿，父亲就去世了。现在关山海潮画师就是为了完成那幅画，可许茹调配不出美人猪。只要我能够找到父亲调制美人猪的方法，就能彻底取代许茹。
照片为什么会被撕成这样？为什么没有我？如果不是我，安农就不会。我不该存在，我不该存在，我不该存在。关于我哥那事儿，我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了。你道什么歉呀？跟你又没关系，而且我早就习惯了。这么多年，比他说的更难听的我都听过。只是我想不明白，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女人，所以我再怎么努力，我也摆脱不了结婚生子的命运？哪怕我奋斗这么多年，我为关海付出了一切，可在我爸眼里，我始终是个要嫁出去的外人。关老板思想比较传统，他不关心你，不代表别人不会。是谁？你吗？秦衡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无趣的女人。我为了在关海站稳脚，已经付出了全部的精力。我没有时间去爱谁，自然也没有谁来爱我。那你为什么不试一下？试着去爱一个人。你有女朋友吗？阿云，今天我带孩子们来看你了。阿云，这是你最喜欢的物件，今天我带过来给你，让他下去陪你吧。谁允许你烧我妈扇子？你在抽什么风？妈留下的东西本来就少，你要是觉得碍眼可以给我，你没资格碰她东西。最没资格的是你，
你要真心想对得起你妈的话，你就不会一再辜负她的期望，变成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我跟阿云，没你这样的儿子。好，反正我也没有你这种爸。光环，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今天是明云夫人的忌日，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来送束花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场合。别拿这种东西来恶心我爸。关董，他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凭什么无礼？关董，您别生气，我不知道他们会这么介意。是我不该来。你让他来干什么？你是想让我妈看看，你找到了一个她的替代品？还有你想方设法攀升关山海，费尽心思模仿我妈，是觉得有这么一个人很幸福，很幸运吗？我妈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，就是嫁给你。明明什么方式都试过了，可依然调不出美人珠。父亲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谁呀？这么宽的路你还撞到老子？姐，是我不长眼，撞到了姐。是我走神了，你的12块掉了，我赔给你。不用赔。姐，你别误会啊，自从上次被怀哥逮到，我就再也没跟踪过你。这次是碰巧遇到。我现在就消失，我立马消失。哎，上次是你在浴室外面偷窥。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自从怀哥上次教训过我之后，我现在还疼着呢。姐，我阿苏发誓，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，好好做人，再也不出现在你家1公里之内。好了，你走吧。哎，好。没想到，真的误会他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喝了这么多？你怎么了？你等一会儿，我先扶你进去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妈，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关怀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我没照顾好你。原来你也会哭啊！我本以为像你这样的人，
是不会留了的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今天是个满月，你妈最喜欢月亮了。她还在的时候，最喜欢拉着我到院子里赏月。爸，你今天为什么让许茹去墓园？她什么心思你不明白吗？还是你心里都明白，你纵容她？我不在乎她有什么心思，我只要她把画完成。到底是什么画呀？我按照你的要求去找画师，可是你连画的内容都不让我知道。这么些年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呀？你不需要知道，这与你的工作无关。我有时候真觉得我不了解你，我也不了解关家。冠希，你有能力又懂事，但你是个女人，爸不希望你太累。你也快嫁人了，有些事你不需要操心。爸，你有爱过妈妈吗？这世上没人比我更爱她。那她呢？我觉得她在你身边并不开心。谁给你的胆子？要不是我发现其实，东西都被你烧光了。错了没有？错了没有？没错。好，你没错。让你这辈子别想见到你妈。妈，妈，你在哪儿？妈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妈。妈！这是我妈最喜欢的扇子。那为什么被烧成了这样？关山海烧的，别人都以为他深情的很，但是深情是可以演的，演着演着，他自己都他妈信了。这把扇子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这把扇子跟了我妈很久，她很珍惜，没想到会成了这样。心意，你可以帮我修好吗？嗯。这扇面上的画是谁画的？怎么了？这把扇子在我妈结婚之前就有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程饶山人的作品，这一点红，就是美人珠。这是父亲留下的关于美人珠唯一的线索。
修复好这柄扇子，也许就能找到美人珠的秘方。别晃！不是你沾什么呢？说了你也不懂，这叫扇面补残。呆子，你是我弟吗？我是修车的，不会修扇子不是正常吗？观海女总裁，有些人帮不上忙，还非要赖在这儿。你是闲的没事吗？不帮老头子吗？你来这儿干嘛？监工。帮不上忙，炒俩菜去。该吃午饭了。放心，饿不死你。心意，这一次谢谢你。关总客气了，你能够相信我，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来修复，是我的荣幸。心意，你是有能力的，只不过看人的眼光吧，有待加强。啊，这给你酸的。那心意就是看上我了，怎么办呢？羡慕去吧。看来我要是撬墙角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怎么着？这么快抛弃那许茹了？真绝情。他从来不是我的人。这话换原来我是一点不信，但是现在我信了。我确实觉得你不会蠢到找一后妈。那把扇子少说也有20多年了，但一直被保护得很好。我想明云夫人应该有定期养护吧。那个扇面是程饶山人的作品，我妈爱惜他的作品也正常。可是他画这幅扇面的时候还没有出名，不知道明云夫人是从哪里得到的。我妈没有说过这个扇面的来历，不过她出身书画世家，喜欢收藏字画藏品，也许只是偶尔看到了，喜欢，就买下来了。我听说明云夫人是很厉害的收藏家和鉴赏家，尤其钟情马请山的作品。关董是为了讨家人欢心，才开始接触国画的。什么是因为老婆喜欢国画，又因为老婆爱屋及乌喜欢马请山，都是狗屁。他关山海就是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盲流子，又爱学人家搞艺术，整天在外面打着按我妈的喜好立什么爱妻人设，不就是怕让别人知道他和我妈结婚是为了钱吗？因为钱？我看关董的品味和谈吐，我以为他也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和明云夫人是门当户对呢。他就是一个攀高枝的凤凰男，没有我妈，没有名家，他就不可能创办观海。关怀，吃饭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不知道他的为人吗？我要不要帮你回忆回忆？当年那些事情，你哪一件不知情？你说什么呢？是你怕了，你躲了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继续装聋作哑，处处维护他？我真是想不明白了，姐。因为我是他女儿。他把咱俩当过儿女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只不过是他的工具，用的时候拿过来用，不用的时候连音送出去。你说的不对。我叫你一声姐，劝你趁早回秦家撇干净。
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根据原画重绘上面的图案，直到恢复原来的模样。你们如果想珍藏的话，我建议把整个扇子都装裱起来，不容易再次损伤。行，都听你的。我之前看过很多新闻，都说官家温馨和谐，很让人羡慕。你对我们家的事儿这么感兴趣啊？豪门八卦嘛，谁都喜欢。行，硬说倒是可以说一说。我15岁之前，我的家庭还算温馨和睦。那时候我妈还没去世，她关山海也算是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。到后来我妈走了，关家也就散了。她装不了一辈子的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亲手撕开她的面具，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真正的面目。那你呢？我？你的真面目又是什么？你还没看清楚吗？我看不清。那我要是再靠近一些，我靠得越近，你看得就越清楚。困了，睡觉。只缘感君一回顾，使我思君朝与暮。倾城，父亲怎么会在明云夫人的扇子上写下这样的诗句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来，歌舞青年。来，哟，这不是我未来媳妇儿吗？来来来，一起坐。你俩先回去，等我电话。哎呀，关总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呀？听说那个杂种在你那儿做秘书，忘了跟你说了，不用在乎我面子，他就是个废物，随便找个理由开了就行。看看有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直接签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秦深没跟你说吗？我要退婚。怎么，生气了？咱们有什么事儿好好说，别动不动就拿退婚说事儿。这桩婚事本来就没经过我同意，是你们跟我爸定的。我本来想着这样的话，两家都能得益，我忍忍就算了。可是后来我想，我好像没那么大度。这订婚宴也办完了，是不是太迟了？说实话，你看不上我，我对你也没那么满意。但是像咱们这种家庭，很多选择不是自己能决定的。我向你保证，结婚之后咱们各玩各的，互不干扰。你要是想继续留在观海，只要你爸同意，我无所谓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一点儿也不想跟你玩。还有，别拿我爸压我，没用。行，我也不为难你，把你面前的这牌酒喝了，咱们再谈。
关总，请吧。这一套下去，肯定不省人事。等生米煮成熟饭，看你还熬个什么？能签了吗？我问你呢，能签了吗？谁呀？你好，这里是朝云镇交警支队，你的车因为违停造成了剐蹭，请来车旁边处理。让他滚！老子不差这点钱，不要他赔。因为是你的车违停造成了剐蹭，按规定，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我们会拖走你的车。有病啊！等着，马上来。等我。这么点小事还得亲自去。人呢？有什么？又是你。关总，你喝多了。为什么自从那晚之后，你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我梦里？你到底有什么居心？关总。关总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你是秦深。既然是梦，为什么不能放纵一次呢？
父亲留下的东西，却都没有找到有关他和明云夫人过往的线索。恐怕这个故事也只有到一切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才能知道了。美人珠竟然是这样完成的。那个，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你在怪我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昨天晚上，抱歉啊。你不用抱歉，本来一开始也是我先主动的。我以为你会生气呢。为什么要生气？难道昨天你不开心吗？没有。你不是说你不允许自己犯错吗？也许是遇见你之后，激发了我迟来的叛逆期。确实，之前我确实把规则教条奉为圣经，不允许自己走错半步。但我发现，我好像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欲求。我们是个错误，没准是个美丽的错误。你哥是混蛋，但你不一样。我还挺喜欢你的。公司见。这是我新得的苍山雪绿，尝尝。茶清气爽，果然是好茶。只是这秦家，怕是再也喝不到官家的儿媳茶。怎么说？伯父您还不知道吧？关心找了我，说要跟我退婚。这孩子，这种事也不跟我商量商量。不过，这婚事定的确实有点仓促，女孩子家嘛，有点抵触情绪，很正常的。改天啊，找个时间我再问问她。伯父，您不是不知道，以秦官两家在商界中的地位，这消息一旦传出去，股市、业务都会大受影响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咱两家是故交，以后还是有深度合作的机会的。啊，既然伯父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知道您一直很喜欢马景山，也一直在寻找那幅白鸟中春图，所以我一直派人留意这幅画的下落。这不，有了好消息。你确定是《百鸟争春图》？对，这幅画现在在一位国外女收藏家手里，说是爷爷传下来的。我找了他好久，都没有他的消息，都说是已经失传了。那位女收藏家平时比较低调，从来也不愿意透露姓名和长相，所收藏的作品也只是私人观赏，从来不公开展览。如果确定是真迹的话，不论多少钱，拿下。这我早就问过了，只是人家说这是祖辈的东西，不愿意转手。不过，伯父您要是想看看，我倒是可以从中牵一线，举办一个小型的私人鉴赏会。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办成的话，无论你提什么要求，我都答应。伯父客气了，咱们迟早是一家人。我只是想和关心早点结婚。放心吧，关家的事还轮不到他做主。这婚事不会变。关董，你怎么突然要的这么急呀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这个月必须得完成《百鸟争春图》。哎呀，这个画本来就难，加上在原画上接着画就更难了。
而且颜色上我也没准备好。画不了，就换人。关董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关于美人猪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？我一定可以想出办法的。我。色泽莹润，殷红如血，美人猪，你画的，你办到了。刚刚你不是说没什么把握吗？明天就去原画上下笔，只要你能按时完成，不论是名还是钱，我都会给你。雪茹，我要让你成为当今国画界第一人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先准备一下，明天我派人来接你。这不是我画的，是谁？是我。学姐，你仔细看看，你每天晚上偷偷在画室里研究的，是不是这种红色？那天晚上在七园的人，果然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我应该告诉的人是关董。学姐，这次你不肯让贤，也得让贤了。心意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争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份工作我不会退让一步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早晚也可以做出美人猪。我相信，以学姐的能力，总有一天会调制出美人猪。但刚才关董说了，这幅画要这个月内就完成。关董好像等不了你了。而且学姐，你别忘了，我从来都没和你争，是你一直在跟我争。你的金奖是怎么来的？你的工作机会又是怎么来的？当年你抄袭我的作品，获得了奖。现在又冒认我的画获得了机会，许茹，你拥有的一切都是从我这里偷来的。你说，如果关董知道了这些，他会怎么做？心意，这次做我求你还不行吗？心意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再帮我最后一次，行吗？努力比不上天赋，我没有你清高，我就是想要名，想要钱。既然这些你都看不上，那你就让给我吧。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从此以后我退出国画圈，还不行吗？学姐，你这样显得我像个坏人。起来吧。你还想让我做什么？只要我能做得到。我们毕竟同门一场，我也不是不能帮你。这样，等事成之后，你就对外澄清是抄袭我的作品，获得了国画金奖，怎么样？那我的名声怎么办？等你做上了关太太，这些东西还重要吗？况且，关董最在乎的也不是你的名声。
他现在最在意的、最重要的，就是完成那幅画。好，我答应。学姐果然是个聪明人。关董说明天带你去哪儿作画？我不知道，他只是说叫人来接我。明天我替你去，以你的身份画完那幅画。马良点了点，海上出现了一座金山。大官很高兴，对马良说：“画一艘船，我要上金山。”于是啊，马良又画了一艘船。大官这个时候上了船，向海中央驶去。大官又嫌船慢，又催促马良说：“风大些，风大些。”马良又加了几笔。突然，狂风卷起，海上也涌起了滚滚波涛。大官害怕的大叫：“风够了，风够了！”可是马良不理他。风更猛了，大海咆哮了起来，大船翻了，大官也沉入了海底。所有贪婪的人都会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。我会找到关山海的金山，也会让它沉入海底。我愿做你笔下的大风和海浪。心意已经找到调制美人珠的办法了。那个许茹呢？我早就派人盯住她了，她每晚都在七园忙活，结果连个屁都蹦不出来。关山海找许茹画的那幅画，肯定就是《百鸟争春图》。想画那幅画就会用到美人珠，心意现在掌握了美人珠的技法，老头子迟早会找他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它，找到黄金屋的位置，那百鸟争春图肯定藏在里面。心意想要那幅画，我可以理解，因为那是他爸的遗作。你呢？为什么这么执着？因为那是我妈的遗作。秦衡现在已经找到那幅画的真迹了，他现在正在联系那位收藏家，关山海估计也马上就要知道了。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他不会放弃那幅画的。干嘛非要录我吹的口琴啊？你想听，我随时吹给你听呗。别说话，我已经开始了。有这个录音，我独自作画应该也没问题。那辆黑色的商务车8点会到我家楼下来接我，我已经问过了，关董明天不在，你千万要小心一点，别被别人发现。
这幅画到底是谁画的？当然是我画的呀，关董，你不是知道吗？你还敢说谎？当时我太开心了，就没有怀疑。后来我仔细想一想，若是你真的搞定了美人珠，你肯定第一时间跑过来找我邀功，而不是一再拖延。是你画的吧？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过来找我，还跟雪茹玩这种把戏？你有什么目的？因为关董不信我，因为我和关怀的关系。您虽然知道我的水平比许茹高，却依旧选择了他。您只希望我在许茹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帮他。您不信任我，不放心让我碰那幅画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但你不会替他人做嫁衣。说吧，许茹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学姐曾抄袭我的画参赛，还获了奖，这一直是我的心病。她答应我，只要这次我帮她，她就承认。你说谎，我没有抄袭你。所以，面试时那幅翠鸟哭棚是你的作品？那是我大学时的作品。关董，关董，你不要相信他，那幅画是我画的。关董，够了！你以后可以不用再来了。关董，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么长时间已经有感情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你不是想要美人珠吗？美人珠要用人的血才能做，你用我的血，我来献血行不行？啊！只要关董开口，多的是人愿意献，为什么要用你的？一个满口谎言、贪慕虚荣的人，就不怕玷污了关董的画？之前隐约觉得你像他，但假货毕竟只是假货。工作暂停，这段时间你不用来祈愿了。关山海，心意，学姐还有什么事吗？心意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你为什么出卖我？你这个骗子！事情已经败露了，关山海已经起了疑心，我还要怎么帮你？我还没有问你，他怎么会在车上？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不会出现在这里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车上？是你，要不是你告诉他关山海为什么会不要我，都是你毁了我，是你！酿成今天这种结果的是你自己，是你自作自受。哼！你以为赶走了我，关山海就能相信你吗？你别做梦了！告诉你，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。哼，那可不一定。毕竟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有他最想要的东西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都别想要！心意，你没事吧？心意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我说你在医院好好住几天，再好好检查一下，不行吗？非要今晚回来？伤口缝合好了，抗生素也打了，还有什么需要住院检查的吗？只是那块铁片扎进去的位置有些特殊，可能会伤到神经。具体的情况还要等3个月之后再复查一次才知道。你去哪儿？找许茹。关怀。你先别那么冲动，许茹已经被踢出局了，现在只有我才能为你的父亲作画。如果你去把事情闹大了，他知道我的手出了问题，他一定会放弃我的。不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考虑这个吗？刚刚如果不是我及时出现，你伤的是手吗？是你的命。
我知道，但我现在顾不上这些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的手不能作画了，你怎么办？伤心和难过都是之后的事情，现在有比这更重要的。等一切彻底结束，我会亲自找他清算。但我现在不能因为这一时的小伤，就成为关山海心中的弃子。关怀，你也有不惜一切，也非做不可的事情，对吗？心意，你对自己够狠的。你又知道了？我有事儿。修车铺都关了，一个无业游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每天要帮心意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她不开心了，我还要哄她。总之忙得很。你别一天打着心意的幌子，他也不需要你为他忙这些。你别忘了正事。有些人想帮他忙还没机会呢，给你酸的。行，说正事儿。心意假扮许茹画画，想要趁机找到黄金屋的位置，还有他爸那幅画，被关山海发现了。怪不得关山海把契源的工作都停了。他有没有为难心意？心意对他还有用，现在他还舍不得，只是疑心病犯了，所以冷着他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天到晚围在他身边，他自己一个人冒了这么大的险，你事后才知道？跟他贴得再近又怎样？他不相信任何人，他的心早就被封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帮他。就算他的心墙再高，我也要敲出一条缝来。给你熬了碗粥，晾了一会儿，温度应该刚好。我之前忘了问你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七院？你跟踪我？你少臭美了！我跟踪你干嘛呀？我那是盯着许茹。为什么？我整天看他和关山海腻腻歪歪的，我怀疑他俩有一腿，所以我想来一出捉奸在床。算了，我也没想从你的嘴里听到什么实话。彼此彼此。好了啊，粥都要凉了，喝一口。我没有胃口，不想喝。喝一口嘛，我熬了3个小时，还加了大枣、枸杞，还有核桃，喝一口来。我都说了不想喝。不是你，我记得你说过，没有不打女人的习惯。少在这儿挤我。爱喝不喝拉倒。心意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啊？怎么会呢？送你。谢谢。对了，我接到消息说，许茹被解雇了，画室的工作也被停了。我发现关山海让许茹画的，就是我父亲的那幅《百鸟争春图》，但是他没掌握最关键的技法，所以我就去替他画了。没想到，关山海居然发现了。你这么做太冒险了。关山海不是什么善类，他最恨别人欺骗他了。他万一冲动对你做点什么，你不就危险了吗？你放心，现在能帮他完成那幅画的只有我，他不敢动我。虽然目前工作室暂停了，但我相信，
他还会来找我的。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，但是你以后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下？你不要让我担心你。心意，你在家吗？关系怎么来了？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我们俩的关系。我去厕所躲一下。去。来啦！不是你干嘛？哎，你姐来了，我先躲一下。关总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。我之前就发现你的能力远在许茹之上。之前因为关怀的问题，你我之间可能有些误会，所以我希望这一次，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个合作的机会。这世上比我出色的画师还有很多，没有了许茹，关总还可以再找一个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啊？关总就这么确定关董会对我满意吗？优秀的画师很多，但是能模仿马景山的却很少。我爸只喜欢马景山，他找画师也只是为了临摹他的作品。那我既然面前就有一个模仿马景山的高手，我又何必舍近求远呢？关总之前怀疑我跟你弟弟是一伙的，那这一次你就不怕我们再合伙坑你？良禽择木而栖。我不知道关怀给你开出了什么样的条件，但无论是什么条件，我都开双倍。他能给你的，我一样给你；他不能给你的，我也给你。考虑一下。我后面约了客户，先走一步。冰美人，我也很喜欢。抱歉，借一下卫生间。啊，在那边。哎，关总。谁呀？谁在里面？老子洗澡呢。关怀。这影子不像是只有一个人。关怀，不是你干嘛？你变态啊！我都说了我洗澡呢，出去。就你一个人？那不然呢？我要跟人洗鸳鸯浴吗？我这裸着呢，你能不能给我点隐私空间啊？这么没素质吗？你小时候光屁股在我面前跑，现在跟我谈素质？大姐，我今年30了，光屁股那会儿3、4岁。30岁你也是我弟。好的，姐。关总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卫生间有人了，外面有一个单独的洗手池，我带你去吧。对，外面那个大，贼大。没事，我已经洗好了，谢谢。哇，大哥，你能不能下来啊？都走了。哎呀。这瓦猫不应该放在屋顶镇宅吗？放这儿干嘛？这些都是他小时候画的。我的画展，我的梦想
是可以和爸爸一样举办自己的私人画展。先生，已经下班了。你在我办公室干什么？我以为你不会看这些呢。我怎么就不能看这些？我也是男人。关心，秦总，关心，秦总，秦总，关总真的不在。滚蛋！秦总，关心，关心，秦总，关心，我知道你在，我告诉你，干什么？不可能对付你。关心，关心。真不在，真不在，秦总。明天下班挺早的。秦总请。什么地方这么神秘啊？还要蒙眼睛？你放心吧，我又不会把你卖了，是个惊喜，马上就到。什么惊喜啊？停。到了。嗯。当当当当。这是我给你举办的私人画展。当爱慢慢变得棘手，当你的手变得温柔，当你说爱我，傻傻地看着我，突然转身要走，看着你送我的温柔，看不到你时的寂寞。每当怎么样？策展人关怀，还有2个策展嘉宾，那个不请自来的关心，还有他那个爱凑热闹的小跟班秦轩。恭喜你啊！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不会怪我们不请自来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还要感谢关总能来。我应该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画展的吧。这些画，连我自己都忘记放在哪儿了。一会儿再感动，你先给我。还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啊，现在就是我们画展的特别活动。什么特别活动啊？有请我们的大画家心意亲自画画。这种作画方式还挺特别的，关键还挺解压的。来，没有了吧？用红色的试试。
当年那场变故之后，我就将画画当做了复仇的手段和工具。这么多年，我的梦想落马灰尘，我的初心也早已经模糊不清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我之所以拿起画笔，是因为热爱。哎呀，我也来画一下。关怀，你小心点，我穿的是白衣服。你矫情什么呀，姐？反正是衣服总会脏的嘛。我又不是画布，你别往我身上弄。哎，为什么不能是呢？你看，现在咱们都是画中人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意见啊？关怀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哎，大胆！我告诉你啊，哎，过来！我不是小招了，我跟你说。关怀，我跟你说，别跑，别跑！你抓不着我！别跑，别跑！哎呀！别抓我呀！别跑！大姐，你就不能下手留点情吗？你看你给我泼的。你小子好意思说我？你看我一会儿还有会呢，你让我怎么去？哎呀，放心，我早就在山下安排好酒店了。我能让咱姐丢脸吗？上山下洗。你小子，你过来！你今天挺开心的。办画展是我小时候的梦想，我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够实现。好久没看你这么开心了。自从那个事儿发生之后，是因为关怀吗？心怡，你是不是对他动心了？我知道他是谁，我绝对不会喜欢自己的仇人。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虽然画展是结束了，但是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，请吧。长大后，我要盖一间彩色的糖纸小屋。爸爸说，在糖纸屋里会做甜甜的梦。怎么样？你知道我为准备这些，我一天吃了8罐糖。虽然糖果屋是弄不成了，但是糖果帐篷也不错吧？你别看这些东西漏风，但是它自带音箱，听。你小时候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敢想，我所有都办得到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做这些？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？
哪有这么多为什么？你就当我做好人好事，行吗？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也不相信你能这么无私。你还挺了解我，但是我做这些真的只是想让你开心，不过我也想讨点好处。喏，如果你觉得我做得好的话，请我行吗？多想可以重演，多想可以再拥有那一天。可能的是，我一直在心里默念，其实不必说我们之间，希望有天还能再遇见。灰暗的天空偶尔闪烁着深邃的眼眸，花落的时候不知无情水流，最美是晴天彩虹环绕着世界，静静看着风筝蔚蓝天，多想可以能再遇见，多想可以重演，多想可以再拥有那一天。可能的是，我一直在心里默念，其实不必说我们之间，希望有天还能再遇见。蓦然回首，才发现你就在我身边，太傻看不见你的视线，是否还能再遇见？你是不是对了动心了？多想可以我知道他是谁，我绝对不会喜欢自己的仇人，我绝对不会喜欢上自己的仇人，对吗？我一直在心里默念，其实不必说我们之间，希望有天还能再遇见。以前觉得通过资料，通过阿农的日记，我已经很了解你了，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对你一无所知。也许我该像你说的那样，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就能看清你的真面目。我应该重新去认识你。上次我已经把爸爸的话说走了，他应该发现不了什么才对。你在找什么？新城和我妈早就认识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出去！
这是新城的印章，和我妈的是一对儿。你怎么会有新城的印章？你先别管这个，你先告诉我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这是上一辈的事情，你没有必要知道。你知道，你全都知道。当年新城会去作画，是你早有预谋，你早就挑中他了。各取所需而已。他有能力，我有追求；他画画，我出钱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可是新城并不知道是你雇的他，你不还是在骗他吗？骗！你们一个个都在说我骗。要不是他自愿，要不是他贪图我的钱，我能绑他去？是，我一早就盯上他了，因为他是你妈的师兄，因为他能调制出美人珠，因为他能做出百鸟争春图。他要是没有那些能力，我能看上他？我妈和他不只是师兄妹关系吧？关山海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怕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当时你妈跟他在同一个师傅那儿学画，新城喜欢你妈，但他连屁都不敢放。他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。全世界唯一能配得上你妈的是我。他不是真的爱你，你自己知道，所以你不择手段的毁了新城，不是吗？说到底，你也并不是真的爱他，你嘴上说什么爱呀、怀念呀，可是呢，我妈的衣物你说烧就烧，别的女人随随便便就带回家。他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？啊？是勋章？是奖杯？都不是，是你成功路上的证明。从始至终，都是你的收藏品之一而已。是，阿云是我众多收藏品当中最美的一个。我爱惜它，保护它，渴望它。如果可以，我也希望它跟所有世界名画一样，成为永恒。你怎么可以用他的血让新城作画？他是个人。美人之珠，美人之血，我用这种方式让他跟新城再续前缘，有什么问题？爸爸和林婚竟然还有这样的过去。爸爸被骗去制甲工厂，也是关山海的蓄谋。关怀知道我是谁，他知道，他早就知道，他早就知道我是谁。心意，你竟然对他，你怎么能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敢？爸爸，爸爸，对不起，阿诺，阿诺，对不起。十一，十一，十一。十一，十一，都怪我。十一，你不是最害怕赌柜子吗？你出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都怪我，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玩吗？你早就知道我是新城的女儿，你看我千方百计的想接近你，是不是很
很可笑，你早就知道我的手画不了画，我居然能被你的口琴安抚，你是不是觉得很讽刺？我一无所知的被你耍得团团转，你很得意吗？心野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解释什么？你要继续用谎言骗我吗？我原本以为，在这个游戏里我才是玩家，原来我一直都是你的玩物。别说了，你不是玩物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你要吧，咬下一块肉也可以。关怀，我觉得你恶心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向你解释一切，我会向你证明，我爱你。这种人不配流泪。滚！没想到那么快就敲定了鉴赏会的事情，小恒，你辛苦了。伯父说的哪里话？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。关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必定尽心尽力。只是您不知道，本来这个收藏家说什么也不肯展出这幅《百鸟争春图》，我托了多少人，费了多少功夫，好不容易才说服他。只是这时间有点短，只有5天。5天，够了。几十年的热爱，却只换来这5天，我都替您不值。对了，我听说伯父您有一间藏馆，里面全是马景山的作品。难道您就不想这间藏馆多一件镇馆之宝？你不是说那是人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绝不转手吗？这世上有些东西只论要不要，至于怎么到手，那就各凭本事了。只要伯父您一句话，我必定尽心尽力为您办到。好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能办成这件事，不论什么条件，我都能答应。关总。啊，那伯父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个心意确实不简单。
我查了关心的电脑，上面除了关海明面上的业务往来以外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呜，那老头做事一向谨慎，关心不过是他管理关海的工具而已。他做的那些脏事儿、丑事儿，自然不能让他知道。秦衡已经敲定了《百鸟争春图》的鉴赏会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在鉴赏会上动手脚。心意得赶快取得关山海的信任，这样我们才能打入鉴赏会。那老头已经在调查心意的真实身份了，如果真的查到了什么，将会有危险。那我们就更得加快脚步了。如果真像你说的，关山海要在鉴赏会上用赝品换真迹，那他肯定会找心意去画那副赝品，要不他拿什么碉堡？不就是画一幅假画而已吗？谁不行啊？非得是他吗？一开始我们的目的是找到关山海的黄金屋和新城画的百鸟争春图，所以我们才将心意一步一步地推向关山海的身边。关山海对那幅画非常知道，一定会找人继续画的。而心意是最佳的人选，可是现在关山海找到了真迹，假的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什么意思？心意现在状态很不好，不适合参加后续的计划。我会找人代替他，在鉴赏会之前，关山海还会继续完成他的那幅画。只要他选中的是我们的人，我们依旧可以顺藤摸瓜找到黄金屋和百鸟争春图。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？你跟心意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会继续找到合适的人。我们为什么要实施这个计划？你还记得吗？想要找到黄金屋和那幅画的人，不只有你和我，那是心意这么多年来的执念。关山海到底是不是那个工厂的幕后主谋？他爸怎么死在工厂里的？他需要一个真相。我会替他找出这些答案。别人给的答案，他相信吗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跟你合作，我后悔让你出现在他身边，利用完他一脚把他踹开。我利用他，那你呢？你口口声声说为了他好，你没有一点私心。你跟我合作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因为秦家和关山海背后的那些勾当啊？还有你的好哥哥秦衡，为了钱帮关山海办什么鉴赏会，这些丑闻一旦揭露了，他们俩都是为了独得走。说白了，你做这些不就是为了报复秦家，报复秦衡？你不帮那我帮，从今往后，他的事不需要你再管。我就知道关董会请我过来喝茶。你和你父亲一样聪明，我早就应该猜到了。除了新城的女儿，没有人能够像她一样挑出美人珠。看来关董都知道了。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了，他很早以前就为我画画。那关董应该不会介意我女承父业吧？当然，如果你早点跟我说你的身份的话，哪还有许如省事？你才是最有资格去完成你父亲遗作的人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明天。阿农，姐姐今天不能去见你了。明天我就可以看到爸爸的那幅画了。你的生日快到了，等一切都结束，姐姐就去给你过生日。船已经在码头了，上车吧。关董，我们要上船作画，船上太颠簸，不是很方便。这2天无风无浪，海静的很，最重要的是安全，没人打扰。
画一做完，船就会原路返回。难道黄金屋就设在船上？大儿，他有问题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回去。他手伤了，根本握不了笔。他上船根本就不是为了画画。关怀，我们的感情问题可以私下解决，别耍心思开这种玩笑。关董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吧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搜搜他身上有没有录音录像设备。保险起见，见面。新义，上车。追！回来！上车追！是。分头追，你们直着追，我往这边。爸，对不起，我追丢了，骑车骑太快还摔了一跤。关怀，你虽然是我儿子，但说实话，有时我真看不透了。爸，以前是我混账，是我任性。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，还不懂事。想法也还没成熟，做了很多伤了爸的心的事，我全都知道错了。你这是又在演哪一出？爸，我就是没怎么吃过苦。这么多年，我想明白了，那些没钱没势的人，活得连路边的狗都不如。如果我早就想明白，关海和关家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我一开始接近心意，就是看中了他的能力，我想把他带给爸，讨爸的欢心。我真的没想到，这女人没安好心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还能认我这个儿子的话，你说什么我做什么。做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把心意给我抓回来。他手已经废了，画不了画了。
我替爸长个够好的。我只要他。咱们来这儿干嘛？我的家已经暴露了，现在回去只能是自投罗网。那为什么不去我家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他们肯定猜不到我会躲到关怀的修车铺里来，而且我知道他的钥匙一直放在这里。我今天收到消息说你有危险，让我赶紧去接应你。我来不及深究，就先赶过去了。但没想到，果真出事了。谁给你发的消息？你有回拨过这个电话号码吗？打过去了，是虚拟号。虚拟号？你放心吧，这个事儿我会继续追查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跟关怀到底怎么了？怎么突然闹翻了？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我是谁，他接近我就是想利用我给关山海画画。现在我的手受伤了，他就干脆出卖我，取得关山海的信任。手受伤了，在哪儿？你怎么没跟我说？当时那种情况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而且我也不想你为我担心。这个是你画画的手，这一路走来，值得吗？值得，我也从来不后悔。你放心，我的手没事儿的，很快就会恢复好的。虽然有关怀搅局，但是我觉得事情还是有转机。关山海可以不信任我，但是他不会放弃那幅画，不会放弃美人珠。心意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卷进来，也不想让我担心你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身在局中了，而且我也有我自己的私心。以后的路，我陪你一起走。爸，这份调任书什么意思？七元的事就交给关怀处理，公司先让郭副总看着。你现在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安心备婚就行。爸，我不想结婚。都那么大了，别耍性子。我是认真的，我早就想跟您说了，我不喜欢秦衡，我要退婚。你从小都很听话的，怎么越大越不懂事？我连喜欢谁都要听话，都要懂事吗？从小到大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事事做到最好，样样得到第一，我就为了得到你的认可。可就算这样，你还是不满意。我心里明白的，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儿，我在你心里永远不可能得到满分。我最大的价值，就是出卖自己，为关家获取微乎其微的利益。可是你找错买家了，秦家烂透了。我不结婚，这就是场亏本的买卖。说够了没有？你知不知道你的秘书秦深，他破坏了我所有的计划。你有空在这想东想西，还不如管好你手下的人。关怀，哟，不是和我分道扬镳了吗？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手劲儿还挺大。怎么着？替心怡抱不平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这是在帮他，你不应该感谢我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上了那艘船，他能不能完好无损的下来？关山海不是什么大善人，利用完了往海里一丢，神仙都救不了他。
那你现在跟关山海一副父慈子孝的样子，你装什么救世主？是啊，我现在变回关家大少爷，所以别人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神山！老子天生就这样，你呢？有本事把他藏到天涯海角，别被我找到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滚回！爸，我真的找不到，那女的实在太能躲了，我都把朝云镇翻了个底儿朝天了，我还是找不到她的行踪。你说她是不是已经离开朝云镇了？机场、火车站都派人去盯了，她跑不掉的。鉴赏会迫在眉睫，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务必把人给我找到。爸，我觉得我们别闹出太大动静，如果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糟了。哎，爸，我认识一个老画师，画技不比新艺差，就是调制不出来美人珠，但是能弄个大差不差的。我现在派人去。我说过，我只要心意。关东，大少爷。哎，石头哥，哪阵风把你吹来了？回来了。我让石头回来帮你找他。啊？爸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石头哥平常很忙的，你干嘛让人加班？只要关东不嫌弃，我随时待命。年轻人做事不靠谱，还希望你多帮帮他。我只要美人珠，找到心意之后，若是他乖乖配合就好；若是不配合的话，去吧。明白。说我爸也是，这么点事儿有什么好惊动石头哥您的？看来他最信任的就是您啊。哎，我听说，之前工厂那些破事儿也是您擦的屁股？大少爷，你知道关东不爱提以前的事儿。哦，是，嘴快了，嘴快了。您知道的，我这人就是嘴贱。停车。石头哥想去我修车铺做的？这儿搜过没有？他怎么可能藏我这儿呢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大力，走。哎呀，石头哥，他都恨死我了，怎么可能藏在我这儿呢？来看看，哥就想看看。去吧。行。你看吧，就是些修车的零件和我平时打拳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颜料吗？哈，这你不知道。我之前为了讨我爸高兴，特意学了点国画。哎，可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。来，给哥打开看看啊！来，打开看看。这就是一些我平常的进口机油什么的东西。来吧，石头哥，看看我这些进口的机油、进口的零件。让兄弟们小心点啊！我所有的货都在这儿了。啊，你弄坏了照价赔偿啊你啊！不是这伙计放假了也不把我东西收拾一下？大少爷，从工厂回来之后，你就一直跟老爷子不对付，怎么最近态度全都转变了呢？那不是小时候不懂事儿吗？爱钻牛角尖儿。不管我和我爸再怎么吵，再怎么闹，那都是血脉相连的亲父子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怎么能说断就断呢？我听说你跟新城的女儿走得挺近的，
这说翻脸就翻脸了啊！哎呀，别提了，石头哥，那个女人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每天在我面前就是拿腔拿调的。一开始我是看她有些实力，所以就忍，现在手也废了，还在这给我装清高，每天碰也碰不了，摸也摸不了，我是不想伺候。你说我还能理她吗？还能伺候她吗？再漂亮也不就是个女人嘛，孰轻孰重我还是知道的。你说男人嘛，只要有钱，那还不一抓一大把吗？行吧，大力，走，是，下个地方，走，走吧，走。以前觉得你没脸没皮的赖着关系是想膈应我，现在看来，你的目的没那么简单。你是什么时候和那个心意勾搭在一起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装？装啊！接着装。生气了？来，打我！打我！瞧你那个窝囊的样子！我警告你，以后给我夹着尾巴安生一些，有些事少掺和。马上从关海离职，你的死活我不管，但是别连累秦家。我是关总的秘书，我的去留，你没有话语权。关心，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有个屁的话语权？他再爱我能怎样？结婚之后，我还是一样要给我洗内裤吗？那关总也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到现在的，不像某些人，就只会坐吃山空。秦家现在也只是表面风光，背后那几十亿的债务，你补得起吗？你想跟关心结婚，不就是想把关家也拉下水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哥。你跟你那个死鬼妈一样，就会到处专营，到处打听。我说过不准再提我妈，我偏要说。那个不要脸的小三儿，为了进秦家的门，偷偷生下你这个贱种。还好老天开眼，让他做了个短命的鬼，要不然，他不是死在医院，也会死在我的手里。哦，对了，你妈最后还是如愿以偿进了秦家，她的骨灰给我冲进了秦家的马桶。你上厕所的时候会不会想妈妈呀？哥，你嘴太脏了，我教你说话。你今天怎么这么贪嘴啊？秦衡是不是又找你麻烦了？我有时候觉得，我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秦衡是不是拿你身份说事儿了？我妈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，心气儿也高。
他一心就想加入豪门过上层人的生活，所以遇到我爸之后，他就想方设法的怀上了我，然后偷偷生下我，以此拿捏秦家。我是我妈实现欲望的工具，但他的确对我很好，即便计划落空也没有不管我，反而他学会了脚踏实地，努力工作，努力生活。他努力把所有最好的都留给了我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跪在病床上，求我爸认我，好给我一个依靠。可是我在秦家过得一点也不好，秦家就是我的噩梦。以前你没得选，现在你可以从噩梦中挣脱出来。他们不爱你，你要更加爱你自己。那你呢？你的选择是什么？齐恒之所以这么着急跟你结婚，是想借官家之手填上他的巨额债务。你真的愿意去填这个大窟窿吗？秦家有债务问题，这是秦家的秘密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因为我不想看你被骗。你有骗过我吗？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阿农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姐姐专门为你准备了草莓蛋糕。知道你不喜欢吃酸的，我准备的草莓又大又甜，我们阿农肯定喜欢。阿农，我们许个愿，吹了蜡烛就吃蛋糕，好不好？阿农，阿农，姐姐给你准备了很好吃的蛋糕。哎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阿农在哪？这蛋糕卖相不错，就是有点甜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阿农在哪儿？大动脉在这儿，用点力。阿农到底在哪？只要你跟我走，我就带你去见他。你是怎么找到阿农的？这很难啊，凭你和秦深之间的来往，不就是顺手一查的事吗？你有什么冲我来？别动他！你放心，我认识他可比你认识的早得多。这是离开潮玉镇的路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停车！你别闹！放我下来！停车！你别闹！你干嘛？
你想知道什么，可以直接来问我。我无论你解释什么都没有意思了。你藏得很好，好到让我完全对你放松警惕。即便有几个瞬间直觉告诉我你有问题，我还是选择相信你。我以为我们同病相怜，但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。对不起啊，我有我必须要做的事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也不用跟我抱歉，是我自己疏忽大意，活该被你骗。快进。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。走吧，吃点东西，再好好睡一觉，晚上还得赶路。还要走？你根本就不是带我去见阿农，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不动他。这几天我们白天休息，晚上赶路。关怀，别闹了，我开了一天车，累死了。走，吃饭。小地方就这样，将就将就啊。你脱衣服干什么？你说呢？老子要洗澡。你别拽我，我不去。哎，不是，那你乱摸什么呀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！疼死我了！啊，你怎么这么狠？都捏青了吧？那你给我解开啊！解开你不就跑了吗？拿我手机干嘛？喂，小少爷，人在哪里啊？哦，昨天晚上新义离开了朝云镇，我去追他，还没来得及通知你。那你人现在在哪个位置？石潭镇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石头哥能追踪手机定位，也省得你不安分。那你要带我去石潭镇？骗他的呀！咱们去烛光镇。你不睡觉累不累啊？我跟你说，后面可能住不了旅馆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你滚开，别碰我！你以前都是对我温温柔柔、笑脸相迎，现在好凶。不过我也喜欢。昨天晚上我就应该拿叉子刺进去。那下次再有这种机会，别心软哦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睡觉吧。你不累我还累呢。你走开！你答应我睡觉，我就起来。脚。睡觉不闭眼。我手上的伤快恢复好了，你应该直接找关山海邀功。
只希望你的手能好。虚伪。新一，新一，到底去哪儿了呢？你呢，有本事就把它藏到天涯海角，别被我找到，不然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新一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你好，请问是机主吗？哦，我在路边草地上捡到这个手机的，你赶快过来拿一下吧。波波，吃面包吧。不饿。喝口水总行吧？一天不吃不喝，你想当神仙啊？嗯。慢点啊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不可吗？找钥匙吗？我早就丢了，你解不开的。其实吧，我还没喝够，你要不再喂我2口？好，我来说2句。今天是一个好日子，葛董，我必须敬你2杯。对啊，现在应该叫亲家公啊。是啊，我们啊一直没有女儿，日盼夜盼，就盼着欣欣早日嫁进来，圆我们一个有女儿的梦。我也想让小恒改口叫我爸呢。好好好，来干一杯。冠希，来，抓紧时间哦，冠希。来，欣欣，干。爸妈，今天是家宴，你来干什么？哦，对啊，今天是家宴，那我更应该来了。哥哥结婚，我这个当弟弟的得过来送点祝福吗？来就来了，快坐吧。
不好意思，我去补个妆。爸妈，那你们先陪一下关伯父，我去趟洗手间。谈谈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谈。和秦深有关的也不想谈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样，拍得不错吧？早知道你和那个野种有问题，果然一抓一个准儿。没想到咱们关总勾引男人，还真有一套。你给我看这些照片，就是为了嘴上爽快两句啊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不想这些丑闻曝光，就把你手里关海的股份全部给我。你也不想这么多年装的正面形象就这么毁了吧？和未婚夫的弟弟，这辈子都要被人戳脊梁。拍的不怎么样，我喜欢拍左脸。关心，关心，真不怕我曝光你吗？关心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关心！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就是你们看到的关系。欣欣，他可是秦衡的弟弟，你简直太无耻了！跟他无关，我先主动。你跟你那个狐狸精妈一模一样，不要脸！没错，都是秦深勾引的关系，他留在秦家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，只有把他彻底赶出秦家，大家才能消停。对不起，是我叫你无方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伯父，您别这么说，关心只是一时糊涂，我愿意原谅他。咱们两家的婚事不能被耽误。你倒是挺大度，我不需要你原谅。这个婚，我不结。抱歉。你看这……为什么要带我来这？烛光镇离得远啊，我爸的手插不进来。你正好在这待2天，避避风头。你不是想拿我讨好关山海吗？现在又准备耍什么花样？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做伤害你的事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来写个祈福彩带吧。写完这个之后啊，挂在身上，烛光年看见之后能保你实现愿望，很灵的。写一个吧。哎，你还信这个？不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右手还没好，不方便，拿左手写，我帮你。想写什么？祝阿农平安喜乐。
为什么我的左手竟然也能这么顺畅的写字？明明安龙才是左撇子。姑娘，姑娘，请问你是叫心意吗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叫方军，是一名国画爱好者。国画金奖得主心意，我认识你。当时你画的那幅白牡丹很有灵气，我当时还想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师傅画的。后来我看了作者的照片，当时就把我震撼了，竟然是个小姑娘。你说今天巧不巧，在烛光镇这么小的地方，我还能碰见你。方先生过奖了。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两位，你们准备在烛光镇待多久啊？啊，是这样，这不马上到烛光娘娘的生辰诞了吗？我和烛光镇的镇长啊是老相识了，所以他就托我给烛光娘娘画一幅神像。实不相瞒啊，大部分我都已经画好了，就是那双眼睛，我画来画去总觉得差点意思，所以想问一下心意姑娘有没有时间帮我看看，指点一下。他忙得很，没空。方先生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献一份力。太好了，那这样，明天早晨8点，我们在镇中央的文庙门口见。好，谢谢。走。没事。为什么要答应那个男的话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来是为了避风头，惹出什么麻烦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要避什么风头，更不知道会惹出什么麻烦。把你铐住也不老实。你手伤都没好，拿什么画？我写字的时候，左手也很稳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放心，我没想跑。解开。明天画完画，我自然会回来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钥匙早就丢。你把刀放下。钥匙给我！不是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钥匙给我！你先把刀放下，流血了。你给我放下。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给我！你还我日记本！还给我！为了防止你逃跑，这个东西先压在我这儿，你明天回来我就给你。你最好是说到做到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说了，我不结婚。你做的这些事，除了给你自己蒙羞之外，还丢了官家的脸。秦家欠了一屁股债，他们摆明了是要吸官家的血。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这段婚事啊？你不是一个会做亏本买卖的人，之所以没有踹掉秦家，是因为秦衡还有用。我不会再追问你到底在谋划什么，我自己去找答案。我也不会再做你手下的提线木偶了。走，你们都走，没了官家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来看我笑话。我知道我不该出现在这儿，也不该出现在家宴，但是心意失踪了，我只是去官家探探消息。这件事情跟官家有关系？你、关怀、心意，你们三个到底在做什么？我爸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你要是不愿意告诉我的话，我提供不了任何帮助。
我不愿意做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工具人。那如果这件事会伤害到关家和你父亲呢？我爸辛苦挣下这份家业，手能干净到哪儿去啊？况且关家这棵大树早就从内里腐朽了，我只有挖去腐烂的地方，才能让这棵大树重焕新生。烛光娘娘是烛光镇的本地神，镇上每年都会搞一出大祭，来祈求烛光娘娘保佑来年风调雨顺，丰收大福。您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新叶，其实那幅神像早就画好了，我昨天是看到你好像有什么困难，所以才故意那么说的。新叶，我多嘴说一句，昨天我看到和你在一起的那个男人，你们的手是靠在一块儿的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昨天说过，我和烛光镇的镇长是老相识，所以你要有什么困难，可以尽管跟我说。他是我朋友，我们闹着玩的，多谢方叔。啊，嗨，虚惊一场，吓我一跳，这不是？欣欣，你是不知道，如果今天早晨我见不到你啊，可能我就要报警了。哦，方叔，能不能借一下你的电话呀？我手机忘带了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没事。哎，来了，来帮个小忙。欣欣，我去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找你啊，你自便啊。谢谢，谢谢方叔。没事。喂。你好，这里是朝颜疗养院。啊，喂，你好，请问1231病房的病人回来了吗？我是他姐姐，我前天去疗养院的时候发现他被人接走了，他现在有没有回来啊？你们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1231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疗养院没有这个病房。没有？怎么可能呢？就是那个1231啊，病人的姓名叫做新农，麻烦你们再仔细查一查好吗？我们这里没有叫新农的病人，是不是弄错了？等您确认好了再联系我。我怎么可能弄错？喂。关怀倒戈之后，新一直在躲避关总的追查，所以最近一直住在这儿。有没有可能是心意觉得这里不安全，所以想换个地方躲啊？不可能，他巴不得关总找着他呢。再说他不可能不联系我。那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报警吧。我知道，这样会牵扯出很多人。可是眼下心意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喂，秦深，我是心意。心意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你安全吗？啊，我很好，我现在在烛光镇。烛光镇？那个地方很偏呀，为什么去那儿？是关怀带我来的。那你先在那儿等着，我去接你。秦深，我刚刚给疗养院打电话，他们说没有阿农这个病房，也没有阿农这个病人，他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可是朝云镇就这么一个疗养院，按理来说不会错的呀。心意，你听我跟你说。秦深，我妹妹到底去哪儿了？心意，这个说来话长。你这样，我去接到你，然后当面给你解释，行吗？你只要告诉我，这些日子我在疗养院见到的人到底是谁？关怀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阿农在哪？只要你跟我走，我就带你去见他。那个女人啊，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每天在我面前就是拿腔拿调的。一开始我是看她有些实力，所以就忍。现在手也废了，还在这给我装清高，每天碰也碰不了，摸也摸不了，我是不想送。我手伤了，根本握不了笔。他上船根本就不是为了画画。从第一次见你起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。这是我给你举办的私人画展，怎么样？策展人关怀。虽然糖果屋是弄不成，但是糖果账户也不错。你知道我为准备这些，我一天吃了8罐。如果你觉得我做得好的话，请我评论。谢谢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都别想要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向你解释一切。我会向你证明，我爱你。红色，杀气。多谢您听我所愿，我必手刃邪佞，报我家仇。心意，心意，你发什么疯？关怀，你每天演的不累吗？我演什么？你别在这说胡话行吗？你就是我的妹妹，对吗？一直以来是你在假扮阿农。关怀，你该死！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早就该知道，我早就该看清你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你耍得团团转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心软。我早就明白，这一切你迟早会知道，只是没想到会是现在。心意，我会告诉你关于那本日记成长的真相，可以吗？
这小子鬼鬼祟祟一直在附近晃悠，昨儿就看见他了，但没逮住。今天那几个埋瓷片的时候，刚好看见他探头，立马就给他抓过来了。哪来的臭小子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只是路过。还我！仲想報警？你们这是造假，我要举报你们！这里可是境外的三不管地带，你报警有什么用？毛都没長齊，還想逞能？我啲厲害，你睇下先得。上！杀手轻点，人还有用。阿旺哥，这小子怎么处置？跟好劳工确认，拉他顶事。行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爱死不了。你也是被他们抓进来的吧？他们都是坏蛋。一个小姑娘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叫阿农，和爸爸一起被抓进来的。那些坏蛋让我爸爸画画，画不完就不能走。一群畜生！哥哥，哥哥，你的蝴蝶受伤了，来，我帮你贴起来。希望它快快好起来。怎么会有学生啊？看什么看？滚！以后见到爸爸，你要表现得好一点，知唔知啊？哥哥對你這麼好，開心啲啦。爸爸，阿諾，他們有沒有欺負你？行了吧，我的大畫家，你女兒好着呢，我們天天有吃有喝的伺候着，你還有什麼不滿意？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。我照顧好你的女兒，你畫好你的畫。對了，老闆說的什麼美人？不是，就啊，不是，老闆說的美人珠，必須要用人血來畫。我看按時送來的這些血，你也沒怎麼用啊。美人珠不用人血。我不需要，这不是你需不需要的问题，这是老板的决定，客户的要求，客户就是上帝，你唔好同上帝講開啊！你要是不能用人血畫的一模一樣，我現在就把他給刀掉。到。免得放得少了腥臭嘛。我们说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把画画好，我什么时候放了你和你的宝贝了。龙凯，走！不要再逃走！往上！安东，安东，过来！过来！
好话。阿奴，闭嘴！想你好好表现你不听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我求求你别管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别说了，见到爸爸要笑，要说自己过得很好，怎么可以哭哭啼啼的？我错了，不要管，不要管我！我不要，让我不要！佢哋一定喊啊！别害怕，爸爸说，只要帮他们画完画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，都系画家啦。这画的是你们家吧？画的挺像啊，就是差点东西，少了棵树。来，站好，往这边站点。把手举起来，你现在就是棵小树干，我来给你上上颜色。站好，别动啊！你现在就是棵小树。太阳落山前都不许动哦。我知道了。阿奴，那帮畜生又欺负你了是不是？跟哥哥走。不行。那个坏蛋说我是棵小树，日落姐不能走。你别怕他们，哥哥带你去洗洗。不要。阿奴是小树，那哥哥就是房子。
房子给小树遮太阳，行吗？哥哥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哥哥带你去看个好东西。哥哥，这是哥哥半夜偷偷挖的洞，好在是土墙，不算太厚。哥哥，你想逃出去？我带你一起逃出去。逃出去之后，我们去找警察叔叔，然后再回来救爸爸，好不好？好。走乜嘢啊？又是你们两个在偷懒，两个人整天连在一起，研究什么了？哥哥，我就觉得厂子里出了老鼠，吃多少东西干多少活，不知道吗？还敢偷东西！哥哥，别跟我打！哦，阿朵，走，走走走，走，走！哥哥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别打哥哥了，行吗？求求你了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！我最讨厌别人哭了。你什么求我，我的心情就更不好。阿龙要笑，给哥哥笑一个。哥哥心情好了，就不打他了。你这样怎么能算是笑呢？笑开心啊！笑，笑出声，接着笑，还是笑得不够开心呢。没戏啊！行了，别打了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阿东，快！哥哥没事吧？阿东不哭，哥哥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再坚持下，马上就到了。别跑！再跑就不看下！快！阿东。空开仔，这台你们坐着死，你别想跑出去！哥哥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走。他们追上来了，你带着我走不了的，你快走！我和爸爸在这里等着你来救我们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好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，我保证。追！不要回头！追！别让他跑了！是。嘎操！你叫你电话你还跑？新大画家。阿奴，爸爸，你干什么？他是个孩子。孩子？你这孩子可长本事了，居然敢跟那小子挖洞逃跑！我看你是活不来活了！你要再敢动我们一下，我死也不给你画了。阿奴，你摔到没有？别怕，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。
阿旺哥，那小子他贼得很，我们找了一夜都没找着他。一群废物！他肯定藏在山里头。把下山的路都给我封死，我就不相信他还能飞出去。还有，这件事我跟你说话了，这事千万不能让鹏哥知道。是呀。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？鹏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废物！你们一帮子全是废物！哥，什么事情生这么大气啊？工厂里有人报警，你们竟然没发现！唔係啩？係你個衰仔咩？哎，鹏哥，不可能，那小子动作没那么快。新城，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啊？成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。我对我兄弟什么样，我就对你什么样。你跟我玩这个，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嘴挺硬。前几天你说要去采风，我的兄弟们没注意，你鬼鬼祟祟的跟那女的说什么？啊？说什么了？过来！幸亏啊，我在条子那儿有眼线，要不然就被你这家伙给算计了。求你别打爸爸！好吧，你别打手啊，上，给他点教训。阿农受到的打击太大，记忆发生了混乱，错把阿旺当成了我。那你明明答应了他，为什么没有回去救他？我从那个洞里钻出来，阿旺就派人一直在追我。我在山里是又躲又跑，我根本分不清什么方向。熬了2天，我实在体力不支，就晕过去了。我醒来已经是3天后了。是石头哥救了我，他还跟我说，警方捣毁了工厂，救出了他们所有人。你是关山海的儿子，你为什么会落入那个工厂？因为工厂提供给你爸爸画画的血，是我妈的血。离婚协议书你看了吧？没问题的话就签字吧。阿宇，你干嘛那么着急呢？咱俩
来之前说好的，我给你献血，你就同意离婚。你难道不好奇我拿你的血做什么吗？我好奇有用吗？你嘴里说过一句真话吗？从你接近我的那一天开始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精心设计的谎言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阿云，你只要知道我爱你就行了。你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是你自己。关山海，我不管你想做什么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我现在只想离婚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用你的血做了一份礼物。当你看到那件礼物的时候，你肯定会很高兴。那时候你就明白，全世界只有我最爱你。你那个师兄狗屁都不是，只有我才能给你全世界。放开我！阿云，关山海取走了我妈的血，我只能跟着血走。自己一个人追到了境外的制甲工厂，我就是想知道，关山海到底送给我妈什么礼物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就是那幅画。你说这能算什么礼物？不就是关山海他自己想满足自己的私心吗？是他喜欢马景山的那幅百鸟争春图，可他却一直找不到真迹，所以想做幅假的，来填满自己内心的欲望。就连那个颜料，用的也是我妈的血。那如果这一切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为什么要假扮阿农？我的妹妹到底在哪儿？阿农其实早就死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个坏蛋欺负了我，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？是他欺负了爸爸，是他欺负了我。他的腰上有一只蝴蝶。爸爸，阿诺好想你。阿农从工厂回来之后，状态就很不好。他一直念叨着日记本里的那个坏人，但没人愿意相信他的话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我们怕你接受不了，所以隐瞒了死讯。他往湖中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哪儿？为什么我没有陪着他？我在哪儿？那个时候你自己都还小，又忙着处理爸爸的事情，一时疏忽是很正常的。再加上我们又隐瞒了死讯，你要怪就怪我，别自责。疗养院里不存在的病房，不喜欢见人也不喜欢说话的病人，这么长时间，难为你们煞费苦心了。心野，对不起。我知道，就算有千种百种的理由，也都是狡辩。虽然是谎言，但因为有阿农的存在，确实给了我许多慰藉。是他，让我能够一路走到现在。我恨你的欺骗，但也感谢你的欺骗。
我不明白，你们精心布置了这么久的局，为什么现在又要把我这枚棋子从棋盘上拿下来？我知道你想查清楚当年的真相，想拿回爸爸的那幅画。可是关山海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他这个人不择手段，保不准会过河拆桥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不入局，怎么才能看到我想要的真相？你一天没睡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没事。你这么干着急也没用啊。他现在不联系你，你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冷静一下嘛。他肯定是生我气了。我要是被你们这么欺负，我连杀了你们的心都有。他还生气，说明就是在乎啊。小的时候吧，我们两家离得很近，中间就隔了一堵墙。那个时候我们整天大街小巷的疯跑，招猫逗狗的闯祸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玩过家家，他当妈妈，我当爸爸。路边的流浪狗就是我们俩的娃。看我干嘛？你怕我吃醋啊？你知道的，你只是把她当妹妹。不是，我喜欢她。喜欢？当年你母亲去世，你被迫进入秦家，你整天就是遭人冷眼，被人无视，你活得一点尊严、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后来新义家里面遭难，你就把自己活成了他的救世主。你在他的身上找满足，找价值，以此来证明你是被需要的。一个可怜的人去拯救另一个可怜的人。你跟我说这是爱情？真是爱情，你跟我都不会发生那些事儿。你不明白，是你没有看明白你自己。还是回家好呀，那么多天。金，你没事吧？就这么坐下了，连个解释都没有？我没事儿，上次给你发信息让你救我的人，就是他。我原本以为你都猜到了，你是说我演技好呢，还是咱俩没默契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老是随心所欲。谁随心所欲了？我们走了这么多天，一堆热闹没看。关家长女关心退出关海，与秦家退婚，秦家小叔疑似插足，兄嫂公然不伦。Damn！ 你小子是想偷我家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啊！你不光想当我姐夫，你还想让我当哑巴？我就觉得你这小子当初没安什么好心，现在还要当我姐夫是吧？行了，别拿我俩开玩笑了。你俩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？私奔？只是一场误会而已，现在事情都解决了。我今天既然坐在这里，就证明我知道了你们的计划和目的。关怀，以后无论什么事情，你可以不用再瞒我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可以相信我的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挺懦弱的，我还不愿意承认。我一直知道爸妈之间有矛盾，我也知道妈妈想离开，可是我太要强了，我特别想得到她的认可，所以我就选择逃避问题，但是没有想到逃避只会将问题恶化。我现在想起妈妈，我就觉得对不起她，我也觉得对不起我自己。所以我想清楚了，
今后我不想再做官家完美的总裁女儿，我现在只想做关心。祝贺你姐。愣着干嘛？举杯啊！以后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了。嗯。心怡，其实阿农的事儿我可以跟你解释的。关怀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他不是阿农日记本里的那个人，阿农也早就已经不在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们联手为我编造了一个妹妹。你会恨我吗？我会气你，会怨你，但绝对不会恨你。作为朋友，你为我做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应该感谢你才对。朋友，你从他身上找满足，找价值，以此来证明自己是被需要的。一个可怜的人去拯救另一个可怜的人，你告诉我说这是爱情？我才不要跟你做什么朋友呢。你这么聪明，难道从来就没有猜出来过吗？我喜欢你。这不是喜欢，是同情，因为我们是一类人。我知道真正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。当你情不自禁想吻他时，就是心动的开始。哎呀，心怡，你快来看看，我手沾水了，感染再截肢了怎么办？都说了让你放着我来洗。来来来，给我吧。你洗你洗啊。让你逞能。没事儿。别闹了。我想他们。我也想他们。我们一起为他们讨一个公道。鉴赏会就要开始，人还没有找到，我的画还要不要画了？关总，我们照大少爷给的地址去找了，根本没找到心意的身影。你是说关怀骗了你们？谁说我骗人了？石头哥，你可别诽谤我啊！爸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女人跟狗似的，太能跑了。我一路追到烛光镇，我才抓到她。放开我！你这仨字说一路了，能不能换个词儿啊？你就非得惹我是吗？别逼我动手。关怀，关怀，你之前可不是跟我说的去烛光镇啊？腿长在他身上，他要改到去烛光镇，我有什么办法？
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手机丢了呀，爸，我为了追她，手机被弄丢了。你看我这手，差点废了，对穿，这算工伤啊。放开，心意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只想要美人珠的配方，叫你帮我。不可能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心意，我不是要为难你，你收钱办事，我们钱货两讫，何必闹成这样子？你要美人珠做什么？继续换那个赝品吗？这可说不定，有时候假的有可能变成真的。关董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上点手段不就得了吗？哎，这种事不用劳烦石头哥你，我来就行。正好呢，我和他新仇旧账一起算算。先走了啊！哎，你放开我！你放我下来！走了。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咱们剧本里也没这出啊，你又加什么戏啊？你别跟老子在这拿腔拿调的啊！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贱人！干啥？叫。你滚开！别碰我！我劝你省点力气啊，一会儿有你喊的时候。关怀，外面有人。叫老公，叫的好听点儿，老子就轻点儿。老子早就想尝尝你的滋味了。心意啊，心意，你可算落到我手里了啊！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硬？你放开我！你这是强奸！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没事。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！现在知道话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不给老子画画，你就给老子暖被窝。我画，我答应你们，给你们画。还骗老子是吧？你手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怎么画？我手快恢复好了，不影响画画。关董说了，别太过火了啊，留着他还有用呢。好，那再给老子半个，不，1个小时。走了。关董，兰夫人的画提前到了，布展已经完毕。好。尽管之前请上交所有电子设备，结束之后会如数奉还。这是私人鉴赏会，不允许拍照外传，里面的东西价值连城，这也是为安全考虑。伯父，这位就是兰科夫人，《百鸟争春图》的收藏家。关董，久仰。你好。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提供这样一块风水宝地，来展出《百鸟争春图》。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一睹《百鸟争春图》的真迹，是我要感谢兰夫人，让我得偿夙愿。您真是太客气了，我也不想让家作蒙尘，能够和大家一起来鉴赏《百鸟争春图》，这也是我的荣幸。那就请兰夫人带我们开开眼。好，来，这边请。
关董真的是很喜欢这幅画。这幅画是我妻子生前最爱的一幅画，可惜啊，她还没看到就离开了。每个人都会有遗憾，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，抓住每一次机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幅画给我的感觉很压抑，怪难受的。因为他们冲破了牢笼，我们却还在牢笼之中。说的没错，这薄薄的画纸就像是连接着两个世界的大门。你看，他们这么努力，获得了自由，而我们呢，还困在其中。《百鸟争春图》展现了马景山非凡的画技，同时也有着超脱于那个时代的寓意。没想到马景山还是个自由卫士呢。在我们学界有一个说法，有一部分人认为，马景山所有的画作都是他妻子代笔的，他占有了妻子的所有画作，成就了他的千古美名。而《百鸟争春图》之所以是他的封笔之作，是因为他的妻子在画完这幅画之后，就因病去世了。看来，不管在哪个朝代，都不缺踩着妻子上位的凤凰男。哎，在那个时代，女人太过冒尖不是一件好事。马景山此举不但保护了自己的妻子，又能借这个机会成就了自己，是个聪明人。有些人闲着没事就喜欢胡编乱造，没有根据的事儿怎么能信？这也只是猜测，是真是假都不一定呢。你们看这个美人珠，是这幅画的精髓，不过因为制作方式过于复杂，早就失传了。很多人想要仿制这幅画，都折在这一步上，所以美人珠就是这幅画的防伪标。可惜啊，鉴赏会只有5天，所以咱们得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，观摩学习，看仔细，记清楚，感受它的魅力。你怎么来了？走，送你回家。不用，我给助理打电话了，他一会儿就会来接我。你要不看看，你到底打给谁了？抱歉，我打错了，我再打给他。没事，不用了，别麻烦他了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你已经不是我助理了，不用随叫随到。不管是不是你助理，只要是你，我都会来。停车。怎么了？当爱慢慢变得接受，当你的手变得温柔，当你说爱我，傻傻地看着我，突然转身要走，看着你送我的温柔，看不到你时的寂寞。每当你笑着，天空就会出现彩虹。当世界多了一个你，锁时间的钟，你用那纯净的心定格世界，就像牵着你的手，我跟心怡告白了。他一定没答应。关总的眼睛不仅好看，还挺毒啊。其实他那天跟你说了一样的话，只不过我一开始不相信，后来我看了他跟关怀在一起，他们一块儿
嬉戏打闹着洗碗，我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你。我想着，关总肯定不会亲自下厨房。亏得你那会儿还在心里编排我呢。恭喜你啊，青深。你终于找到你自己了。今天我和朋友聚餐，他们问我接下来什么打算，我说我要退出观海，自立门户。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啊？我想试试。那关总还寻觅什么？你这次又是为了谁啊？你。是你用彩色画笔画上彩虹。就像牵着你的手，不用回头，余光里的满是温柔。盛开的花是你，温暖了我的世界。就这样牵着你走，绝不放手，送给你我的所有。No matter where you are, I'm ready to go。找了这么久的黄金屋，原来藏在这儿。要不是为了完成那幅画，关山海绝对不会让我们进来。他没收了我们所有的信源，还在宅内安装了信号屏蔽器，这里只进不出，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近身。那他知道我们的位置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发给他，但是我来的路上一直跟他位置共享，他应该知道大概区域。关山海有备而来，就是为了调包兰夫人的真迹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能伺机行动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这就是你父亲未完成的作品。我终于见到他了。今天你们都见到兰克了，他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。这幅画上所有的细节都必须跟真迹一模一样。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。歇一歇吧，先吃饭。
时间太短了，不抓紧我怕来不及。那也要吃饭呀。来，我喂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让你手缓一缓吧，以后有的忙的。好喝吗？嗯。再来一口。心意，等这一切结束以后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做事什么时候学会预告了？增加点神秘感嘛，反正你可以期待一下。你吃不吃？你别给老子玩绝食抗议那套啊！你灌也得给你灌下去。我说了，不吃葱。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这不吃那不吃，还挑上了。你当这是你家呀？住口！他是我请来的画师，你给我客气点。对呀，这么一点小事儿也这么粗鲁。去边上，把葱给挑了。哟，画的不错啊！你不仅人长得好看，画的还这么好。等我画完，你们放我离开。放心，我画完之后，我亲自送你下山。你打算怎么调这美人珠？这是我家的秘方，概不外传。上色的时候，我希望这里可以清场。这美人珠什么时候成了你家的秘方？既然要合作，就别藏着掖着，不然还以为你要耍什么花招。以我现在的处境，能耍什么心思啊？我只是不希望自己在作画的时候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干扰。那你这儿还缺什么？我让人给你准备，比如说……不用了。我自备。行，这段时间不会有人来打扰的。关怀在去的路上一直跟我联系，一直到临水镇附近，信号就断了。我爸名下的几处展馆都不在你说的临水镇，这里好像也没什么线索。但是这个临水镇，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找到了，云珍馆，它就在你说的临水镇。这是我妈名下的产业，怪不得我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呢。我刚才交代那些事情都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走，干活去吧。石头哥早啊！这大热天的，亲自监督安保工作，累得够呛吧？关董非常看重这次鉴赏会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了解，能用得上我的地方您直说。你盯住心意就行，让他务必按时交画。哎，这1楼是展厅，2楼是什么地方？我还没上去过呢。2楼住的女客，兰夫人也是吗？你很关注兰夫人啊？没有，这不随便问问吗？上次这不是在这见过一回就没见过了吗？我还以为她回去了呢。关董说了，谁都不能上2楼打扰贵客，而且上了门禁，没卡你也上不去。明白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这里是私家展院，不能进。谁呀？这是谁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是我妈的院子，为什么不能进？姐。你来这边做什么？爸，之前是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跟您说话的。您说的对，我就是太年轻，太任性了，所以没有懂您的良苦用心。我想清楚了，我会跟钱恒结婚的。
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小时候妈带我来玩过，所以有一些印象。本来想着来这儿散散心的，那时候妈还说，等我结婚的时候，婚礼在这儿办。既然来了，就好好多玩几天。等鉴赏会结束后，爸就会安排婚事。这个鉴赏会很重要，好好安静待着，别再惹事了。知道了，爸。喝茶。将画纸拆分成3层，在每一层中分别上色，茜红为底，绯红嵌中。翠红附上，3种不同的红以此交叠，就能呈现出世上最独一无二的美人珠。我听关董说，你巴巴的找我，想要求和，怎么？知道关怀回到关家，得到关董的重用，你坐不住了？是。你愿意给个机会吗？一点笑脸都不配，看来咱们的关总不会求人。之前是我太冲动，看在关秦两家的面子上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计较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要一个给我戴绿帽子的破鞋呀？你外面莺莺燕燕一堆，我头上的帽子你都数不清了吧？你这只鞋都破成筛子了，还好意思跟我说三道四？但至少我和你玩的明明白白，你找谁不行？非要和那个野种搞在一起？你不是要关家的股份吗？结婚之后，我名下的股份全都转移给你，秦家的债务我也可以帮你偿还。你说真的？你这是？跪下，让我看看你的诚意。你跟我展示诚意？你让我跪下？跪下！伸手。戒指戴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以后我的就是你的。喝杯酒，庆祝一下。见着我自己，还有一段好久。我知道，你肯定藏了酒。真没想到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摔倒2次。真不知道是单纯还是傻。提前撤展，蓝夫人，咱不都提前说好了吗？会展为期5天，
这怎么临时毁约？关董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事出有因，6点前藏品必须撤出。兰夫人，有什么顾虑我们可以好好谈，咱们不都因为喜欢国画而聚在一起吗？我还想跟你多多交流，而且，如此仓促的撤展也不安全。不必了，是我先违约的，我会按照合同赔付违约金的。告辞。兰夫人，兰夫人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兰夫人，兰夫人。他真是铁了心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那幅画我势在必得，距离下午6点还有时间，你准备一下，咱们提前行动。这恐怕来不及，这比咱原计划早了好几天，咱们的人还没有全部到镇上，人手不够啊。哎，还有心意，他画完了吗？进度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还差最后一点细节需要完善。好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心意，你不输你父亲。我也算是替父亲完成他的遗作。把这幅画和展馆的那幅放在一起，简直一模一样，谁能分出真假？剩下的部分，太阳落山之前能完成吗？为什么突然这么赶？计划有变，今天下午6点以前必须完成。爸，那兰科突然开始搬东西了，他们这是要撤啊？也不知道他哪根弦儿打错了，整这么一出，搞得我们不得不提前计划。可这样的话，就来不及做仿旧处理了。我怀疑，肯定是那兰科察觉到了什么。要是错过这次机会，就定今天黄昏。关怀，一会儿你跟石头一起行动，这一次不要再让我失望。兰科已经派人把百鸟争春图打包装箱，他们会先用货车运出临水镇，到机场后直接登机出境。他们的车队里有我的人，方便我们在出镇的这段路上动手。我准备好了一辆车，从外观到车海，都跟他们运送真画的那辆一模一样。到时候，你就开着这辆车，载着心意画的那幅画，跟在车队后面。半山腰上会经过一个交叉路口，你们就在这个路口进行交换。郭总，货到了，辛苦了。放这儿。多纯正美丽的美人珠，多艳丽抓人的百鸟图。我关山海得到这幅作品，死而无憾。别人看不出来，但肯定过不了关总的法眼。你故意在紫藤花的最深处用了蓝铜上色，没用青金。如此隐蔽的画法，只要仔细看，还是能看得出年代不同。怎么会是蓝铜？应该是青金。关董果然法眼，每次都能看出我的破绽。这是赝品，
真迹呢？真迹被兰夫人带走了，人应该在飞机上。怎么可能？送真迹的车是我亲自开的，换完车之后没人再碰过它，怎么可能是赝品？石头哥，有没有可能你一开始运送的就是新意画的仿作，而我车上运送的才是真正的百鸟争春图？多亏了咱俩中途交换，我才能一路顺利的将真作送到机场。车队里早有我的人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提前通知了兰夫人，把你们的计划都告诉她了。你们做的事情，我们都留了证据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怪不得他会提前撤站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么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爸，我们不想让你一错再错了。错？我有什么错？我不过是想要百鸟争春图，这不仅仅是我的执念，也是你妈最爱的东西。我要这么做有错吗？我想要的东西，只要它还存在这世界上，就只能是我的。阿云是，这幅画也是。关山海，从始至终都是你自己想要这幅画，你怎么还能打着我妈的名来掩盖你自己的私心呢？她想要的从来都不是百鸟争春图，她想要的是离开你，是自由。是你，你虚伪的、恶心的爱困住了她，是你逼死了她。妈为什么要自杀？阿云，这就是我送你的礼物。这不是我的，不是给我的，这是你满足自己私欲的礼物。怎么会呢？我们都很喜欢马景山的，你忘了？我们当时因为马景山才相识相爱，你们也想看看百鸟争春图吗？我完成了你的愿望。被你骗去的工厂，就是为了完成这幅画，是吗？10年，我一直在找这幅百鸟争春图的真迹，但一直没有。它或许已经不在这世界上，所以我请工厂仿制了这幅画。正好你师兄会调制美人珠，就请他帮忙。你看，那么红。就是用你的血调的，是不是非常美？只有像你那么美的人，才能制成那么艳的美人珠。我师兄，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人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他在工厂出了意外，很可惜。如果他还活着，这幅画早就完成了。关山海，你太可怕了！你还有人性吗？没事的，阿云，我会赶紧找到画师，把这幅画给完成的。你答应过我，我给你写，你就跟我离婚。只要我给你写，阿云，就跟我离婚。我那么爱你，你怎么会想要离开呢？我不会放你走的，我们会生生世世在一起。
真不明白，我明明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为什么他要用死来离开我？阿云，你太傻了！爸，这一拳是我替我妈打的，你到现在还这么执迷不悟。你是为了仿造这幅画，所以建立了那个制假工厂。我跟那间工厂根本没有关系，我只不过就是他们的客户而已。当时我要画，那间工厂没有合适的画师，我就顺口推荐了你父亲。没想到你父亲见钱眼开，被他们骗去了工厂。那间工厂的势力盘根错节，早就被盯上了。心诚一死，他们马上把画转移到我这儿来。说起来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我付了钱，就只能拿到半成品。你虽然不是工厂的主谋，但你也是罪恶的帮凶。你要做什么？不要！住手！这是我爸最后的一错，也是他最痛恨的彦祖，更是明云夫人的噩梦。他不该存在。住手！住手！爸！住手！爸，求你了，醒醒吧！如果当时新城没有带你去工厂，如果当时我的儿子没有因为怀疑而跟去工厂，如果你们没有在工厂相遇相识，就不会有后面那些事情。一。当年在工厂里的那个人，是我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阿农，我的名字叫辛义农。那个夏天爬上了爸爸车子的人是我，在那座工厂里经历了一切痛苦的人是我，认识关怀和他相识相依的人也是我。从工厂回来后，
我的精神出了严重的问题。我被救了回来，但自从那之后，心意就变成了2个人：姐姐心意和妹妹阿农。我成为了姐姐心意，卑鄙的让妹妹阿农去承受那些伤痛和噩梦。只有这样，我才有勇气继续往前走，才能去完成心意和阿农的复仇。阿农，我们去大城市住好不好？嗯。喂，医生说他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，这种心理疾病伴随有记忆缺失。只不过这件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在他心里，心意跟阿农始终是2个人。他的潜意识还在保护他自己，所以我们得陪他继续把戏演下去。可谎言终究是谎言，总会有被戳穿的那天。那戏什么时候是个头？等他都准备好了吧？等他准备好了，我们再帮他找回自己。姐姐，我是阿奴。上次姐姐说我要回家。关东，船已经备好了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走？我能走去哪里？关东，你还是走吧，这里所有的事情我来担着。我石头就是个粗人。从小在山里长大，家里没钱也没文化，但我知道，做人得讲究一个义字。要不是您当年把我从山里带出来，我哪有今天？石头，我关山海众叛亲离，到这时候还有你在我身边，值了。我知道你最重情义。但很多事，我还是得要自己面对。走吧。走。关键真不靠谱，我费那么大劲帮他们搞活，结果自己还内讧，还连累我。我得去东南亚避避风头。又是你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没良心的狗杂种！秦家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又是认你那个小三妈，又是接你回秦家，供你吃供你住，结果呢，你联合外人来整我。我从来没想过要去秦家，也不稀罕你们秦家养。你说的倒是好听，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人啊？当人？你也配？你妈就是个贱人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啊，我算弄明白了，
你赖在秦家，一天在爸面前装乖卖傻，你是这么打算的？你想整秦家，你想害我？你们自己犯下的事儿，自己遭天收遭报应，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啊？给我打住！放开我！别挣扎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接受应得的惩罚。妈，你看我带谁来了？她就是阿奴，你师兄的女儿，没准儿以后还能是你的儿媳妇呢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娶到她。明云夫人，我之前听爸爸提起过您，他说您是一位温柔聪慧而且有才华的人，我一直想和您见见，今天总算有机会了。妈，你自由了。秦氏集团已正式宣布破产，董事钱恒因涉嫌参与不法行为被警方传讯，观海集团董事长关山海因涉嫌古董制假被立案调查，观海聘用的画师许如因故意伤人罪被捕。不用，天网恢恢，无论他是谁，都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到了。我们好像到早了，画展还有1个小时才开始。走吧。灰暗的天空，偶尔闪烁着深邃的眼眸，花落的时候，不知无情。以前的我太过软弱，没有勇气面对那些痛苦，只能选择逃避。但现在的我，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，坦然地拥抱我的伤痕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不仅是在找寻真相，也在寻找真正的自己。还好，我做到了。在拥有那一天，可能的是，我一直在心里默念。其实不必说。你这画展办的可比我给你办的气派多了。祝贺你，完成了自己的梦想。我的梦想，早在那片森林就完成了。我之前和你说过，等这一切结束，我有话要对你讲。我知道你要和我说什么。多想可以能再遇见，多想可以重演，多想
别管他，离画展还有1个小时呢。